核能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怕的词汇，它背后蕴藏着人类所能驾驭的最强大能量，也伴随着最深沉的隐忧。有人说它是对抗气候变迁的王牌，因为核电发电不排放二氧化碳，也有人提起它就联想到辐射与灾难。究竟什么是核能？为什么分裂一颗小小的原子核就能释放惊人的能量？核能发电又与我们熟悉的燃煤发电有何不同？本影片将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在1小时内带大家逐步揭开核能的神秘面纱。我们会先从核分裂的原理谈起，解释核能背后的科学基础，接着比较核电厂与传统火力发电厂的差异，了解核能相较之下有哪些优势，也有哪些挑战。然后我们将讨论核废料与用过核燃料这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反应炉运转后留下的放射性废弃物该怎么办？现在有什么处理方式？最终又该如何安全地处置数万年剧毒的高阶核废料？这些都是核能发展中绕不开的难题。但故事并未结束，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升核能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科学家们提出了第4代核反应炉的概念。我们将带您认识什么是第4代核反应炉，它们的设计理念和愿景为何。更深入的，我们会分别介绍几种引人注目的新型反应炉，包括采用液态金属冷却的钠冷快中子反应炉，使用熔岩作为燃料与冷却剂的熔岩反应炉，以惰性气体冷却并能提供超高温的高温气冷反应炉，以及构想独特、渴望极大提高燃料利用率的行波反应炉。最后，我们将综合探讨这些新一代核能技术的整体愿景，它们如何让核能变得更安全、更干净、更可持续。现在，就让我们从头开始，逐步探索核能世界的奥秘。先从最基本的开始，什么是核能？简单说，核能就是从原子核释放出的能量。原子有原子核和核外电子，而原子核里面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告诉我们，质量可以转换成能量，而原子核中的质量有一小部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释放为能量。核能最主要的获取方式叫核分裂，也就是把一个较大的原子核分裂成2个较小的原子核。当某些重元素，例如铀或钚的原子核被一颗中子撞击时，就有机会分裂，释放出非常可观的能量和新的中子。为什么会释放那么多能量呢？原因在于原子核内部的结合能。原子核中的核子、质子和中子靠强大的合力紧紧束缚在一起，其结合方式含有极高的能量。一旦这种束缚被打破，部分质量会转化为能量释放出来。相比之下，化石燃料的燃烧只是改变分子间的化学反应，涉及的能量规模小得多。以铀质235为例，一个原子核裂变释放的能量约为200百万电子伏特，而燃烧一个碳原子仅释放几电子伏特，前者比后者高了数百万倍。换句话说，核分裂反应释放的能量远远超过任何化学燃烧反应，因此核燃料所含的能量密度极高。据估算，1公斤的铀磁235理论上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百万公斤煤炭燃烧所产生的能量。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核能趋之若鹜，用极少量的燃料就能产生惊人的电力。核分裂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能产生链式反应。前面提到，当一个重原子核裂变时，会释放出新的中子，这些中子又可以跑去撞击其他重原子核，引发更多的裂变。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连串的反应，不断释放能量。如果不加控制，链式反应会越来越快，瞬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这就是原子弹的原理。但在核电厂里，我们要做的是可控的链式反应，通过特殊的反应炉设计与控制棒等机制，让核分裂维持在一个稳定的速度上，源源不断地产生热能，而不会像炸弹那样一次性爆炸。总而言之，核能就是来自原子核的能量。我们利用铀这类元素的核分裂，在反应炉中将这份能量稳定地释放出来，以加热水产生蒸汽，推动涡轮发电机发电。了解了核分裂的基本原理后，我们接下来看看核电与传统火力发电相比有哪些不同和优势。现在我们来看看核能发电和传统的燃煤火力发电有哪些不同之处，以及核电有哪些明显的优势。从原理上说，
两者的发电方式其实在后段很类似，都利用热能把水变成高温高压的蒸汽，推动涡轮机发电。不同的是热源的取得方式，火力发电是通过燃烧煤炭、石油或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热，核电厂则是通过核反应炉中的核分裂释放能量来产生热。因此，我们可以把核电厂想象成不用燃料烧火的发电厂，它的锅炉由核反应炉取代，用铀燃料的原子裂变来提供热量。燃料差异带来最直观的不同，就是所需燃料的数量悬殊。核燃料的能量密度远高于化石燃料。刚刚提到，一小颗铀燃料丸所含的能量相当于1吨煤炭。实际运转中，一座大型核电厂一年大约消耗几十吨左右的铀燃料，而同等发电量的一座燃煤电厂，每年要烧掉数百万吨的煤。有人形象地比喻，核电厂一年的燃料用卡车就能载完，燃煤电厂一天的燃料却要一整列火车来运。由此可见，核能利用极少的资源就能产生大量能源，这不仅减少了燃料开采和运输的需求，也降低了发电对资源供应的依赖度。核电的另一大优势是环境排放，燃烧煤炭会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促进气候变迁，还有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造成空气污染与酸雨。以一座100万千瓦级燃煤电厂为例，每年可能排放数百万公吨的二氧化碳，以及难以计数的烟灰和有害气体。反观核电厂，在正常运行时几乎不排放温室气体，也没有燃烧过程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核能发电最大的排放物只是反应产生的水蒸气，对大气环境的直接影响极低。从减碳和空气品质的角度，核电相对于传统火电有明显的环保优势。除此之外，核电厂通常运转稳定，可以24小时不间断发电，作为稳定的机载电力来源。燃煤电厂也可以提供稳定电力，但核电的燃料成本相对低廉且价格波动小，一次装填可用较久，受国际燃料价格影响较小。在能源安全方面，核能也被视为减少对化石燃料进口依赖的一种途径。当然，核能并非完美无缺，它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稍后要谈的核废料，以及万一发生事故可能带来的辐射风险。不过就日常运行而言，核电相较传统火电确实具备能源密度高、碳排低、不产生空气污染等多项优势。因此，有人将核能称为一种干净的燃烧方式，因为它取得能量的过程没有燃烧的烟尘。然而，这种干净是表面上的。核电虽然没有黑烟囱，却留下了另一种麻烦的产物——放射性的核废料。我们接下来就要深入讨论核废料的问题。谈到核能，人们最担心的莫过于核废料。核电过程中会产生各种放射性废弃物，统称核废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反应炉运转后取出的用过核燃料，也称高阶核废料。一般而言，核废料依辐射强度对人体造成的影响程度分为低阶和高阶。低阶核废料主要指核电厂运转过程中受辐射污染的物品，如工作服、废弃液体以及医疗研究机构产生的少量放射性废弃物等。高阶则是用过的核子燃料棒。由于核废料辐射强度会随着时间递减，核种不同也会影响辐射持续的时间。以低阶核废料中的大宗钴柳苓为例，半衰期约为 5.3 年，也就是每 5.3 年核种活度会降为原来的一半。低阶核废料大约需要近100年的时间，辐射强度才会接近自然背景值。高阶核废料更久，239一个半衰期就要24000年，完全超出人类可以想象的时间范围。因此，高阶核废料最终处置在设计时就强调，存放地点至少要能够让高放射性的核废料隔绝人类生活圈20万年，低阶核废料则是300年。用过的燃料棒为什么这么可怕？因为其中含有许多长寿命的放射性同位素。举例而言，燃料中产生的不腐239半衰期达24000年，某些裂变产物的放射性甚至要持续数十万年之久。在刚从反应炉取出时，一束用过燃料棒的辐射足以在数秒内致人于死，其热度也足以将水沸腾。这些高阶核废料必须先在反应炉的燃料贮存池中浸泡3到5年，让燃料棒冷却，
接着移到设于地表的干式储存厂隔绝，一般建议至少要40年。最后找到深地质处置地点，借由多重屏障将高阶核废料存放于地表下数百米深处的稳定地层中，并以工程材料密封，达到与人类环境永久隔离的目的。问题在于，然后呢？这些装在厚重干式贮桶里的用过燃料最终要何去何从？全球多数国家的做法是将用过核燃料暂时存在核电厂或中继贮存设施中，等待最终处置方案。然而，最终处置厂迟迟难产，导致大量高阶核废料长期囤积。以台湾为例，3座核能发电厂至今累积的用过燃料棒就有近2万束，全部仍存放在各厂区内的水池或干贮设备中。美国、日本、欧洲等使用核电历史悠久的国家，更累积了难以想象数量的高阶核废料，需要安全管理上万年。核废料的处理其实已经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跨世代的社会与伦理难题。我们这一代享受了核能的便利，却将核废料的风险留给子孙后代承担。值得一提的是，用过的核燃料棒中其实还包含着大量可用的材料。以清水反应炉的燃料为例，大约只有不到 5% 的铀镉235在反应中被消耗，剩余超过90%的铀以及新生成的钚铉239等，其实都还具有可裂变性。也就是说，所谓废料里还藏着能够再发电的潜能。因此，有些国家，如法国，选择对用过燃料进行后处理，把未燃尽的铀和钚提取出来循环利用，制成新的燃料，像 MOX 燃料，借此减少高阶废料的体积和长期放射性。然而，再处理技术复杂且成本高昂，还会产生新的废液废渣，需要额外处置。此外，再处理取出的钚也有被滥用的风险，因此多数国家仍倾向于直接不用再处理。无论是否经过再处理，最终总是会有残余的高放射性废弃物，需要安全储存数万年至数十万年之久。要如何保证这些废料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不泄漏，不影响人类与环境？这正是核能领域至今尚未完全解决的重大课题。我们接下来将探讨最终处置的技术与挑战，也就是如何永久地、安全地封存这些高阶核废料。既然高阶核废料需要与人类社会隔绝数万年以上，那么最佳的办法莫过于永久封存。所谓最终处置，指的就是将核废料最终安置在一个不需再取出的地方，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目前国际上公认最可行的最终处置技术是将高放射性废弃物埋入地下深处，称为深层地质处置。具体做法是选择地质结构稳定的地层，通常在地表下数百米深的岩盘中挖掘隧道与弃置坑道，将经过固化封装的核废料埋藏于其中，然后回填密封，让它们与人类环境永久隔离。深层地质处置强调多重屏障的安全设计。首先，高阶核废料会先被处理成稳定的固态形式，例如将液态废弃物与玻璃原料熔形成玻璃固化体，或制成陶瓷块，使放射性物质锁在坚硬不溶的基质中。接着，这些固化块会被装入厚壁的金属废料罐中，例如不锈钢或铜制的圆筒，焊死密封，以防止内部物质外泄。然后再将废料罐置入预制的钢或铸铁容器，额外增加一层防护。放入地底坑穴前，还会在周围填充具有自我密合性的膨润土粘土，以阻绝地下水渗透并吸附放射性离子。最后，坑道和弃置孔本身由数百米厚的岩石包围，构成最外层的屏障。只有同时穿透这所有层防线，放射性物质才有可能重新回到人类环境，而这种概率被设计的几乎趋近于零。然而，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长期封存核废料，挑战重重。首先是地质条件，必须确定该地区在未来数十万年内不会发生剧烈的地质变动，如强震、火山活动。地下水流要极为缓慢，甚至近乎静止，以免成为放射性物质扩散的媒介。其次是工程挑战，需要钻探评估地质，兴建大型地下工程，确保废料包封材料在极长时间内不腐蚀不失效。再者是经济和社会挑战，建造和维持一座深层处置厂耗资惊人，
而且要获得当地社区和公众的接受非常困难。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家园上方埋着万年核废，哪怕理论上再安全，恐惧与疑虑仍难以消除。因此，世界各国在选址时，往往历经漫长的协商乃至政治角力。例如，美国在内华达州的尤卡山曾投入巨资建设作为国家最终处置场，但因地方强烈反对和政治因素，计划最终被搁置。可见，要推动最终处置，不仅要克服技术难题，还要面对社会沟通与信任的考验。即便如此，已有国家在最终处置的道路上取得进展。欧洲的芬兰成为领头羊，他们在21世纪初开始兴建名为 Onkalo 的深层地质处置设施，历经20年钻掘及测试，预计将于2025年前后正式启用，成为全球第一座投入运作的高阶核废料最终处置厂。瑞典也在积极规划自己的处置场址，法国、中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则处于研发和选址阶段。这些处置场一旦运行，核电所产生的高阶废料将可逐步送入地下深处安息，不再需要人为看管。当然，20万年的安全承诺谁也不敢大意，科学家们仍在模拟各种最坏情境，确保万一容器腐蚀、水进入、地质变动时，放射物质仍旧不会回到地表环境。甚至有人讨论应如何向遥远未来的世代传达此地深埋危险废物，切勿挖掘这类警示讯息，因为几万年后人类语言和文明可能全然不同。这听起来像科幻故事，却是最终处置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之一。总而言之，最终处置是核能发展绕不过的最后1公里，唯有找到可靠的方式处理用过核燃料，核能发电才能真正被视为一种可持续的能源选项。接下来，我们将视野转向未来，介绍第4代核反应炉如何尝试改良核能技术，让核电变得更安全、更高效，甚至连核废料问题也一并减轻。面对传统核能的种种局限与隐忧，全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21世纪初提出了第4代核反应炉的概念，期望开发出新一代的核能系统，彻底改善安全性、效率和可持续性。简单来说，第4代核反应炉指的是一系列新型的反应炉设计，它们有别于现今商运的第2代、第3代反应炉，代表着未来的核能。在2000年前后，多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组成了第4代国际论坛，共同挑选出6种最具潜力的反应炉概念作为开发重点。这个国际合作组织现有10余个成员国，包括美国、中国、日本、法国等，共享研发资讯与成果，合力推进这些新技术。6种设计类型分别如下所述：气冷快中子反应炉，以气体如氦气为冷却剂的快中子反应炉，特色是运行温度高且可进行燃料循环。铅冷快中子反应炉，以液态铅或铅不闭合金为冷却剂的快中子反应炉，冷却剂沸点高，不易气化，可天然对中子进行部分屏蔽。熔岩反应炉，以熔岩作为冷却剂，同时燃料可溶解在熔岩中循环反应，具有低压运行和特殊燃料循环特性。钠冷快中子反应炉，以液态金属钠为冷却剂的快中子反应炉，可实现增值或烧掉长寿命废弃物，历史原型较多。超临界水冷反应炉，以超临界状态的水为冷却剂和工作流体，运行压力和温度极高，效率提高，概念上类似更高参数的清水炉。超高温气冷反应炉，以惰性气体冷却、石墨做漫画剂的热中子反应炉，运行温度可达摄氏1000度等级，适合发电以外的工业高温热利用。上述6种设计各有特色，但共同目标可以总结为几点。首先是更安全。第4代反应炉普遍强调被动安全设计，也就是即便在极端事故下，不需要人为介入或电力供应，反应炉也能自我稳定或冷却，不会发生严重的堆芯熔毁。许多设计采用物理特性，例如负反应度、温度系数，让反应炉过热时自动下降功率，或利用冷却剂的特性避免高压，一旦失去循环也不至于迅速升温。此外，燃料形式也改进，例如坚固的陶瓷包覆燃料颗粒 Trisol 颗粒，可耐极高温而不破裂，确保放射物质困在燃料内。第2是燃料利用效率与废料减量。
第4代反应炉许多采用快中子谱，可以将铀磁238这类原本难利用的核种转变成可裂变的材料，并加以燃烧，大幅提高燃料的能源利用率。更理想的情况下，一些反应炉能在运行中将传统反应炉产生的长寿命放射性元素一并烧掉，减轻核废料的放射压力。这意味着未来核电厂同样1公斤，有可能产生的电力是过去的几倍乃至10倍，而且高阶核废料的寿命也比以前缩短，因为许多长寿命物质被转化消耗。第3是经济性与扩展性。新一代设计追求简化系统，标准化、模块化，期望降低建造和运维成本。例如，高温和高效率使得同样发电量下反应炉体积可以更小，冷却剂不需要维持高压，可以省去厚重的压力壳。某些设计甚至构想小型反应炉工厂量产，现地组装，像积木一样扩充容量。还有的设计强调长周期运行，例如一次装料可运转10年以上，不用更换燃料，甚至出现所谓核能电池的概念，整机封装运到偏远地区，运行20年后再整机回收，免除了中途补充燃料的麻烦。最后一项关键愿景是防扩散与安全防护。第4代反应炉在设计时也考虑降低核武扩散风险，例如某些系统的燃料循环避免分离唇部，或采用一体化密封运行，减少核材料外流的可能。同时，新技术也注重提升抵御恐怖攻击的韧性。总体而言，第4代核能的愿景是让核电摆脱以往的阴影，成为21世纪安全、清洁、经济的基础能源之一。预计在2030年代起，陆续会有第4代技术的原型机和示范机组投入运转。例如之后要介绍的某些反应炉已在建设中。如果这些技术成功，未来的核电厂可能长这样：一些没有巨大圆顶、体积较小却功率强大的模块化反应炉群，安静的运行，不仅不怕熔毁，还能有效利用燃料，减少废料，灵活地为我们提供电力和热能。听起来很令人期待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逐一认识几种备受关注的第4代反应炉设计。首先登场的是钠冷快中子反应炉，这是一种使用液态金属钠作为冷却剂的核反应炉。传统清水反应炉用水冷却并减速中子，而钠冷快堆则不使用减速剂，让中子维持高速状态进行链式反应。液态钠有几个很诱人的特性：它的沸点高达将近摄氏900度，常温下即是金属固体，但在约98摄氏度即融化成液体，可在常压下运行。而它的传热性能极佳，能迅速将核分裂产生的热量带走。此外，钠不会像水那样减慢中子，因此可维持快中子反应所需的环境。由于不需承受高压蒸汽 SFR 的反应炉压力槽，可以做得相对较轻薄，降低爆炸风险和建造成本。钠冷快堆的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实现燃料增值和废料烧毁。快中子可以将天然铀中占99%的铀钴238转变成可裂变的钴钴239，意味着 SFR 能生产出比装填时更多的可用核燃料。如果配合后处理，将生成的钴提取并制成新燃料， SFR 可以将铀的利用率提高数十倍，大幅延长可用资源年限。另一方面，快中子还能有效裂变掉高阶核废料中的某些长寿命重元素。理论上，经过多次循环， SFR 有望将原本需要10万年看管的核废料转化为只需几百年衰减的短寿命废弃物，从源头减轻核废料中处置的压力。不过 SFR 在历史上也曾遭遇挑战。液态钠的化学活性非常高，它遇水会发生激烈的反应，放出氢气并引起燃烧或爆炸，遇空气中的氧气也会自燃。因此，钠冷堆系统必须非常密闭，并通常采用双回路设计，以避免放射性钠直接接触水。在1990年代，日本的原型快速增殖炉文书就曾因冷却钠泄漏起火而长期停机，也让全球对钠冷堆的安全性产生疑虑。但经过改进、设计和经验累积，现代的 SFR 已更为可靠。例如，俄罗斯自1980年代起运行的 BN600 和2010年代启动的 BN800 两座钠冷快堆累积了数十年的经验。BN800 目前以混合氧化物燃料运转，
可利用退役核武的布来发电并消耗之。印度也积极投入快堆研发，其500兆瓦原型快堆正准备运行。近年来，纳冷快堆重新成为焦点，因为它被视为解决核能可持续与减碳目标的重要利器。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计划是微软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投资的 TerraPower 公司所研发的纳冷堆加储能核电厂 Natrium 反应炉。Natrium 是一座345兆瓦的纳冷块中子反应炉，特殊之处在于它结合了一套大型熔岩储热系统。反应炉平时产生的多余热能可以储存在熔岩槽中，当电网需要时再释放，用于产生额外的蒸汽发电。这让核电厂的输出功率可以快速调节，灵活配合风能、太阳能等间歇性再生能源，被视为新核能与绿能协同的创新示范。Natrium 反应炉采用了被动安全设计和先进的数字控制，预计在2030年前后于美国怀俄明州建成示范。除了美国，中国也在建设2座600兆瓦级的示范快堆，朝商业化快堆迈进。总的来说，纳冷块中子反应炉经历了起伏，如今正卷土重来。它提供了强大的燃料增值和废物减量潜力，弥补传统核电的缺点。同时，工程技术的进步也在降低它的风险。如果未来这类反应炉广泛运行，我们将能更有效地利用核燃料，甚至废物变黄金，把核武器不核用过燃料都变成能发电的燃料。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反应炉设计——熔岩反应炉。接下来介绍的熔岩反应炉，在形式上或许是最异于传统反应炉的一种设计。顾名思义，它使用熔的盐作为主要的工作介质。具体而言，一种典型的熔岩反应炉会将核燃料，例如油或土，以化合物形式溶解在高温的熔岩中，形成液态的燃料盐。在反应炉核心区域，燃料盐循环流动，释放核裂变热，然后流经热交换器，将热量传给另一回路的非放射性熔岩，后者再用来产生水蒸气发电。由于燃料本身是液态，传热效率极高，而且不存在传统燃料棒过热熔毁的问题，反应炉里已经没有固态燃料可融化，熔岩炉天生不存在堆芯熔毁的风险，这是它最大的卖点之一。熔岩反应炉的冷却剂通常是锂氟化物盐或钠氟化物盐的混合物，运行温度可高达600-700摄氏度，但压力接近常压，因为盐的沸点非常高，约1400度以上。这意味着反应炉不需要像清水炉那样用厚重坚固的压力槽来防止高压爆炸，降低工程复杂度。同时，高温低压也让热效率提高，甚至能直接提供工业用热。若发生意外泄漏，熔岩接触空气后会迅速冷却凝固成固体，把放射性锁在里面，不会像水那样气化扩散。因此，熔岩炉被认为具有高度的运行安全性。另一个熔岩反应炉的典型安全特征是排放式冷却系统，在反应器底部设有一个平时被冷却系统维持凝固的冻结塞，一旦电力中断或反应器温度异常升高，冷却停止，该塞子会自动融化，让燃料盐液体在重力作用下流入底部的紧急排放槽中。排放槽里分隔成多个几何形状分散的储存容器，使燃料盐在其中冷却固化，停止反应，并被被动地移除衰变热。这种熔岩排放池机制让熔岩炉即使完全失去控制，也能自行将燃料收纳在安全位置冷却，不会发生传统核电那种炉芯熔毁后难以控制的灾难。熔岩反应炉还有一项引人遐想的优势，它有潜力使用土作为燃料，并开启另一条核燃料循环。土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约是油的3倍，而且它本身不是可裂变材料，但可以在熔岩炉中吸收中子，转变成可裂变的铀硼233，由此233裂变会释放能量，同时再产生中子转化更多土，如此形成土燃料循环。土循环的好处在于资源丰富，且反应过程中产生的长寿命放射性废料相对较少，不会生成太多钚和超铀元素。许多人将土熔岩反应炉视为核能可持续清洁的希望，利用取之不尽的土产生更少难搞的核废料。然而，土燃料循环也面临燃料初始启动、化学分离等挑战，目前仍在研究阶段。事实上，熔岩反应炉并非新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就成功运行了一座试验性熔岩反应炉，证明了这种技术的可行性。该反应炉以铀钴233燃料在熔融浮岩中运作了数年，运行期间表现稳定，但由于当时政策和军事需求偏好快速增值钠冷堆，熔岩计划在1970年代被搁置。进入21世纪后，随着对安全及土循环的重视，熔岩反应炉重新受到关注，许多国家的科研机构和创新公司投入其中。例如，中国在2021年于甘肃启动了一座小型熔岩实验堆，采用土测铀燃料循环，成为近年来首座熔岩反应炉实体。美国亦有多家新创公司致力于熔岩炉商业化，例如加拿大的 Terrestrial Energy 公司计划建造一种整合式熔岩反应炉，将反应炉模块化封装，以缩短建造时间。另外，美国的 Kairos Power 公司正着手建造名为 Hermes 的非发电试验炉，采用浮岩冷却搭配 Triso 颗粒燃料的熔岩冷却高温炉概念，2023年已获准动工。当然，而熔岩反应炉也面临不少工程难题。高温熔岩具有腐蚀性，长期运行可能侵蚀管道和设备，因此需要特殊的耐蚀合金材料。燃料岩中的裂变产物化学性质复杂，如何在运行中清除气态和中质量产物，保持盐的纯度是一大挑战。另外，要让公众接受在反应堆内有大量放射性液体流动，监管上也需要新的思维和措施。但随着材料科学的进步和设计经验的累积，这些问题有望逐步解决。展望未来，如果熔岩反应炉能实现商业应用，将为核能带来一些独特的应用场景。比如，小型熔岩反应炉有可能部署在偏远地区，提供稳定电力；大型熔岩反应炉则可用于集中生产氢气，提供工业高温热源等。同时，它有机会让核能更安全、灵活，甚至实现用液体燃料发电的新模式。在许多爱好者眼中，熔岩反应炉象征着核能的另一条进化路径，一条不同于传统清水堆的道路。或许再过1-2个10年，我们就能看到熔岩核能发出光与热，照亮人类能源的未来。介绍完熔岩炉，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另一种气体——冷却的高温反应炉设计。高温气冷反应炉 （High Temperature Gas Cooled Reactor） 简称 HTGR， 是一种以气体作为冷却剂、石墨作为漫化剂的核反应炉。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温度高、稳定性佳。典型的冷却剂采用惰性的氦气，运行温度可达700度甚至更高，目标是达到接近1000摄氏度的超高温，远远超过传统清水堆约300度的蒸汽温度。如此高的温度让反应炉的热电转换效率更高，还可以将热能应用于发电以外的领域，比如氢燃料制造、工业制成供热等。在安全性方面，高温气冷反应炉常被称作具备本质安全。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关键在于它所使用的特殊核燃料和设计。HTGR 通常使用所谓 Triso 颗粒燃料，每一颗约芝麻粒大小的燃料微粒都被3层坚固的碳和碳化硅陶瓷壳包覆，组成直径约1毫米的小球。数以10亿计的这种颗粒，再要么被装填在石墨模块里，要么装填在乒乓球大小的石墨燃料球中。这些燃料颗粒可以承受高达1600度以上的温度而不破裂，哪怕发生冷却剂丧失事故，燃料内的放射性产物也不会大量外泄。配合庞大的石墨漫化体提供热容，一旦发生故障，反应炉升温速度缓慢，加上负温度反应度等特性，最终温度将止步于燃料完整性仍可保证的范围内，然后自然冷却下来。也就是说，即便完全失去冷却， HTGR 也不会像清水堆那样熔毁爆炸，而是安静的自行停机降温。这种与生俱来的稳定性使得高温气冷堆赢得傻瓜式安全的美誉。高温气冷反应炉使用的氦气作为冷却剂也有额外优点，氦气为惰性，不会和燃料或结构发生化学反应，不像水会腐蚀、产生氢气等问题。而且氦在任何温度下都不会变成液体，运行中不存在相变沸腾问题，氦不吸收中子，不会变成放射性同位素，因此冷却剂本身不带放射性。HTGR 的运行压力可以根据设计有所不同，但即便采用加压氦气，一旦泄漏对环境影响
也远小于水冷反应炉蒸汽外泄。综合这些因素， HTGR 在固有安全性和可靠性方面表现突出。除了安全，高温带来的应用潜力更是让人期待。比如，高温气冷堆的热能可以用来分解水制氢，通过热化学循环大量生产氢气，为未来氢能源社会供给燃料。在工业上，可提供钢铁、石化等行业所需的高品位热源，取代传统烧煤烧气的锅炉，达成工业减碳。若应用在发电 HTGR， 也可以采用先进的气体涡轮循环，直接以氦气驱动燃气涡轮发电机组，省去蒸汽回路，效率可提升至 50% 左右。这些都是传统核电无法达到的领域。谈到实际发展，高温气冷反应炉已经从纸上走向现实。2021年，中国在山东兴建的石岛湾高温气冷球床示范电厂正式并网发电，成为全球首座投入商业运行的第4代核反应炉。该电厂由2座反应炉模块驱动，一台210兆瓦的气轮发电机组，采用氦气冷却、石墨球漫化与燃料球连续循环补充技术，蒸汽出口温度达750摄氏度。石岛湾示范厂成功满负荷运行，168小时后投入商运，证明了球床反应炉的可行性。未来中国计划在此基础上扩大规模，建造更多模块或更大型的高温气冷堆电站。除了中国，美国也在推动类似技术。美国的新创公司 X Energy 正在开发 XE100 高温气冷反应炉，采用模块化球床设计。每座电厂由4个热功率200兆瓦的小型模块组成，总电功率约320兆瓦，预计在2030年前后示范。更早之前，日本在1990年代建造了30兆瓦级的 HTTR 试验堆，达成了950摄氏度的出口温度。德国在70、80年代运行过一座300兆瓦的 THTR 电厂。虽然德国的试验因政策和经费终止，但这些经验为后继者提供了宝贵资料。高温气冷反应炉也有挑战需要面对，例如燃料球在反应炉内滚动循环会产生石墨磨损微尘，需要防止其堆积影响冷却或释放放射性。此外，虽然吹奏燃料封住了大部分放射物，但用过的燃料球如何最终处置也是课题。燃料体积较一般燃料棒为大，且包覆陶瓷，难以溶解处理。经济性上， HTGR 的功率密度较低，单位体积功率小，意味着需要较大的反应炉体积和更多材料建造，这些都还有赖未来的改进。不过随着示范电厂的数据累积，工程师有信心通过经验学习来克服这些困难。综合而言，高温气冷反应炉让我们看到一种不怕熔毁、用途广泛的核能新貌，它特别适合作为小型模块化电厂，贴近工业生产使用，提供稳定电力与高温热能，同时将核灾风险降至最低。若这项技术得以普及，我们或许能在城市附近看到没有巨大圆顶，只有矮矮厂房的核子电厂，源源不断供应用电和蒸汽，却几乎不需要担心辐射外泄。这正是高温气冷反应炉为核能未来描绘的愿景。了解了高温气冷反应炉，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话题，十足的创新概念——行波反应炉。最后登场的是名字很炫的行波反应炉。它之所以叫行波，是因为在理论上，反应炉内的核燃料燃烧区会像行进的波浪一样缓慢向前推进，逐步将整个堆芯的核燃料依次点燃消耗。行波炉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旦启动后，理想情况下可以几十年不添加新燃料，让燃烧的行波自行从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把原本不能裂变的燃料逐步转换并利用掉。具体怎么做到呢？行波反应炉其实也是一种快中子增值反应炉，但它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燃料布局。设想将反应炉堆芯大部分装填上贫铀，甚至是用过核燃料，只有一小部分区域装上经过浓缩的可裂变燃料做引火区。当反应开始时，引火区产生的中子不仅维持自身的链式反应，还穿透到邻近的贫铀区域，将其中的铀子238转换成新的可裂变物质，主要是钚239。随着邻近区域逐渐累积出足够的可裂变物质，它也开始燃烧起来，成为新的点火源，再继续将更远的区域转换点燃。如此一来，核裂变的燃烧前线就可以在堆芯内慢慢移动，
像蜡烛一样从一端烧到另一端，只要控制得当，整个过程可以持续数十年，中途不用更换燃料，直到大部分燃料都被利用殆尽为止。行波反应炉的潜在好处令人瞩目。首先，它可以利用现在核电厂不要的垃圾，例如用过的燃料棒中残余的油布，或者浓缩铀工厂丢弃的贫油，其中含有 99.8% 以上的铀铂238，这些过去视为无用或有害的材料，在行波炉中都成了宝贵的燃料。据估计，光是目前全球库存的贫油就足够提供人类几百年的电力需求。如果行波炉能实现，我们将几乎不再需要开采新的油矿，只靠现有的核废料和副产品就能发电，真正做到资源的极大化利用。其次，因为不需要频繁更换燃料，行波炉可以设计成一个密封的系统，运行10几20年以上不打开反应炉盖子。不开盖就意味着减少了人员操作和错误的可能，也降低了核材料被盗用的风险，因为燃料一直锁在反应炉内，不像一般反应炉每隔1-2年就泄出含布的新鲜废燃料。换句话说，行波炉有机会在核不扩散和核安全上提供额外的优势。这个概念听起来像科幻，而且目前确实还停留在理论与模拟阶段。真正建造一座行波反应炉，面临许多工程挑战，例如反应炉材料必须经得起10多年高通量中子照射和高温腐蚀，如何启动反应炉和控制行波稳定推进，也是复杂的反应堆物理问题。此外，航波炉虽号称不需添加燃料，但通常仍需要在起始时装入相当量的高浓缩燃料作为引火，这在核武扩散风险上未必比传统反应炉低，出装燃料的浓缩度可能远高于一般电厂核燃料。因此，行波炉的支持者也在探索折中方案，例如每隔几年逐步移出燃烧殆尽的燃料，并添加新燃料，以维持反应堆功率。虽然这么做就比较不像原先那种一根蜡烛烧到底的浪漫想象了。行波反应炉因为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的投入而名声大噪，他所支持的 TerraPower 公司在2008年前后提出了行波炉的详细设计蓝图，希望打造一种可以一次装料后运行数十年的核电厂，引起全球瞩目。然而，经过深入研究，他们发现行波炉的工程实现难度极高，于是在近年转向更现实可行的方案，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Natrium 钠冷块堆搭配储能的设计。尽管如此，行波炉的概念仍在持续研究中，它代表着人们对核能未来的极致愿景，用几乎无限的资源、最少的补给，提供长期稳定的能源。或许在本世纪中叶，我们才有机会看到真正的行波反应炉诞生运转，但即便如此，这项构想已经激励了核工程师们开拓思路，朝着更创新的方向努力。介绍了这么多新奇的核反应炉，我们最后来说说新一代核能整体的愿景与展望，看看它们将如何改变我们对核能的想象。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研发都围绕着几个核心理念，目标是让核能更安全、更可持续、更多元。未来的核电厂不该再是令人谈虎色变的高风险装置，而要成为可以被社区所接受的安全邻居。核燃料不该只利用1-2%的能量就沦为废料，而要设法吃干抹净，物尽其用。核能的应用不该局限于大型集中式发电，还应该能以不同规模形式服务各种场合，灵活融入未来的绿色能源系统。同样的，随着气候变迁压力陡增，全球对核能的态度近年来出现转变，许多国家开始重新评估核能在减碳中的角色。在2023年的国际气候峰会上，包括美国、法国、日本等20多国承诺到2050年将核电发电量提高至目前的3倍，可见各国对新时代核能的期待与重视。有些原本计划淘汰核电的国家也重启了先进核能的讨论，希望在安全、废料问题获得改善后，让核能作为能源选项卷土重来。在安全性方面，新一代反应炉强调被动安全与本质安全，力求杜绝像切尔诺贝利或福岛那样的人为错误或极端天灾引发的灾难。无论是熔岩炉的自排放、气冷堆的耐高温燃料，还是快堆的负反应度设计，目的都是做到一旦出事，反应炉自己会停下来并冷却，
而不需要外部电源或人工介入。这种设计哲学的转变将大大降低核电厂周围居民需要疏散避难的可能性。未来的小型核反应炉甚至有望做到发生最坏情况时，封闭厂房即可确保周围无恒久污染。安全红线的提升将为核能重新赢得公众信任打下基础。在可持续性方面，新核能技术致力于解决核燃料与核废料两端的问题。一方面，像快中子增值、行波炉、熔岩、炉土循环等技术，可以大幅提高燃料利用效率，将有限的油资源和丰富的土资源转化为长久的能源供给。这意味着核能可以成为一种接近取之不尽的基础能源，不会在几十年后就因资源耗竭而陷入困境。另一方面，许多第四代反应炉能够在运行中消耗掉传统核电产生的长寿命放射性废物，例如不核超铀元素，将千百万年的放射危害期缩短为几百年，减轻了后代的负担。甚至有观点提出，未来的快堆和行波炉可以肩负环保清道夫的角色，把现有核电厂囤积的用过燃料当作原料烧掉，既发电又消费，一举两得。在灵活性与经济性方面，新一代核能也带来不同以往的思路，不再是一味追求单机上千几瓦的庞然大物，而是探索小型模块化反应炉的模式，用多颗小核子组合达到所需功率，甚至将反应炉工厂化制造，运至现场安装，大幅缩短建设周期与成本超支风险。一些第四代设计本身就适合小型化，如小型熔岩反应炉、小型高温气冷堆等。同时，第三代技术也出现了 Nascale 等模块化小型清水堆的商业推广尝试。如果核电厂可以像积木一样按需扩建，将大大提高投资弹性。此外，新核能系统注重与再生能源的协调，例如带储能的 Natrium 快堆示范了如何调节功率。未来核电厂可以在太阳能丰富时降低出力，在夜晚或无风时顶上，把电网稳定维持，同时充分利用风光绿能。这种互补关系颠覆了过去核能和再生能源水火不容的印象，显示两者可以携手合作，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当然，新一代核能技术要真正实现其愿景，还有许多门槛要跨越。技术上，许多反应堆形式仍需经过原型机验证和长时间运行考验，材料科学与反应炉物理的问题需要逐步解决。经济上，能否如预期般降低成本，与其他洁净能源竞争，也是未知数。如果新核能盖出来虽好，但价格奇贵，终究难以大规模推广。监管上，各国需更新法规标准来迎接这些非传统反应炉，确保安全，同时不让繁琐流程阻碍创新。最后，公众沟通与教育也不可或缺。再完美的技术，若失去人心支持，也无法落地开花。总而言之，第四代核反应炉与新一代核能技术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引人入胜的图景。核电厂可以是安全干净的、噗噗喘气冒白烟的冷却塔，将成为过去式。核燃料可以被充分利用，核废料不再是难以处理的梦魇。小巧的核子模块可以深入内陆或偏远地区，提供可靠电力，甚至海上漂浮发电。核能与太阳能、风能携手，共同支撑起未来零碳电力网。如果这一切成真，核能将从曾经备受争议的能源，蜕变为对抗气候变迁与支撑工业文明的中坚力量。然而，实现愿景的道路从不平坦，需要科研人员、产业界、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努力。怀抱着谨慎的乐观，我们期待新核能技术在未来几十年内逐步落地，为人类带来既安全又可持续的能源选项。以上就是我们对第四代核反应炉和新核能发展的探索。1个小时的时间或许只能让您略懂核能，但希望这趟旅程让您对核能的原理、挑战与未来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核能技术仍在进化中，也许再过些时日，我们会亲眼目睹这些新颖的反应炉点亮灯泡，温暖城市。让我们拭目以待，见证核能新时代的到来。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台湾要不要发展核能？如果用核电产生的核废料又该放哪里？这不仅是能源选择的技术问题，更牵动着环境、安全和世代责任的深层讨论。
支持者认为核能发电稳定又减碳，是解决能源危机的利器；反对者则担心核灾风险和核废料无解，视其为留给子孙的毒产业。究竟核能是救世主还是定时炸弹？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拉锯数十年的核电之争。一开始，我们不妨从一幅场景想象起：炎炎夏日，台湾用电量飙高，突然间局部地区陷入黑暗，发生了大停电，人们大汗淋漓，心中冒出一个疑问：如果我们还有核电厂运转，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缺电？但镜头转到南台湾恒春半岛的海边，此刻那里矗立着已经封闭的核三厂厂区，反应炉虽然停机不再发电，可厂内上千束用过的燃料棒依然静静躺在水池和储存槽中，日夜散发余热与辐射，仿佛无声地提醒着我们，核能发电虽已停止，核废料却远未真正离场。如果就这样弃核，我们的电力缺口要怎么补？如果继续用核，那些难伺候的核废料又该何去何从？故事就在这两难中展开。让我们把时间轴往回转动。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用电需求猛增，又逢国际石油危机。为了确保能源供应，政府决定引进先进的核能发电技术。自此，台湾开始了核能发电元年。台湾电力公司陆续在北部的新北市海岸和南部的屏东恒春建造了3座核电厂。第一座核一厂位于新北市石门海边的峡湾中，1978年底并联发电。核二厂在新北万里的野柳附近，1981年底正式商转。核三厂坐落于屏东满丰海岸，靠近垦丁国家公园，1984年夏天开始运转。当时核电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3座核电厂在20世纪80年代鼎盛时期，供应了全台将近20%以上的电力，稳定又便宜，支撑着台湾的工业化与民生发展。对许多人而言，那时的核能如同掌握了来自未来的能量，安安静静就能发出庞大电力，仿佛一头温顺而强大的牛，默默耕耘着经济田地。然而，就在核电带来荣景的同时，也埋下了几颗未爆的种子。第一颗种子是核废料。核电厂运转会产生2类核废，一种是高阶核废料，也就是用过的核燃料棒，蕴含长寿期的强烈辐射；另一种是低阶核废料，像是反应炉运转时沾染辐射的防护衣、手套、工具、建材碎片等等，辐射强度较低，但数量庞大。核废料该怎么处置？当年并没有明确的长远方案，于是一个看似权宜的决定出现了，把一些核废料送到偏远的小岛去。这个选择日后演变成一颗埋在社会信任土壤中的雷。这小岛就是兰屿。1982年起，台电在兰屿岛上建立了兰屿低放射性废弃物贮存场，专门存放全台核电厂送来的低阶核废料铁桶。在当时资讯不透明的年代，外界知之甚少，连当地的达悟族居民起初都被告知那只是储存鱼罐头的工厂。但随着时间推移，真相浮出梯梯，原来源源不绝运来的是带有辐射的核废料，这让兰屿居民感到被欺骗和背叛。他们发现自己美丽的家园变成了别人核垃圾的后院，而且官方并未事先征得他们同意。自那时起，兰屿人心中埋下一道长长的阴影，外人带来的核废铁桶一排排堆进岛上的坑道壕沟，仿佛把永无止境的风险留在了他们世代相传的土地上。直到1990年代，核废外运兰屿的内情在媒体披露后，环保人士与原住民群起抗议，要求迁出台湾加诸在兰屿的核废负担。可以说，兰屿核废料之痛成了台湾反核意识的最初火种之一。同一时期，另一颗隐忧的种子也悄然埋下，国际核灾难的冲击。1979年，美国发生了三里岛核电厂事故。1986年前，苏联的车诺比核电厂更发生史上最严重的核灾之一，放射性尘埃飘散整个欧洲。这2起事件震惊全球，让各国开始重新审视核电的安全。对远在亚洲的台湾民众而言，核灾最初或许只是新闻画面上的别国悲剧，但他们在潜意识里种下了对核电的恐惧。万一哪天类似灾难降临在台湾呢？我们真的能应付吗？毕竟辐射看不见摸不着，但杀伤力却足以殃及世世代代。进入90年代，台湾社会民主意识兴起，环保运动蓬勃，
核电争议开始搬上台面，其中最焦点的就是第4核能发电厂的兴建之争。核4厂选址在新北贡寮海边，从1990年代初开始规划施工。然而核4几乎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支持者认为多一座核电厂才能满足未来用电并降低发电成本，反对者则质疑其安全设计、工程品质和核废去处，认为一座还没完工就过时的危险产物没必要存在。再加上兰屿核废事件造成的不信任，许多民众和地方居民对核4心存疑惧。2000年台湾首度政党轮替，上台的新政府一度宣布停建核4，引发支持核电者的强烈反弹，甚至造成朝野政治风暴。最后在朝野协商下，核4停工几个月后又复工，工程拉拉扯扯，耗费10多年，终于在2014年左右接近完工。然而2011年发生的日本福岛核灾成了压垮核4的最后一根稻草。福岛事故显示出，即使先进如日本，在极端天灾下，核电厂也可能失控，辐射外泄导致大片区域沦为禁区。台湾人对此震撼不已，因为我们和日本一样位处地震带，核电厂也临海而建。福岛之后，台湾的反核声浪高涨到前所未见的程度，数十万民众走上街头，举办废核游行，高喊我们不要核灾，下一个就发生在台湾。在这压力下，执政当局宣布核4厂封存不启用，也就是说，这座斥资数千亿元兴建的核电厂在尚未发1度电的情况下被冻结了。后来核4的燃料棒甚至运回美国保存，厂房则封闭空转，被戏称为世界最贵的仓库或核废展示馆。核4风波让台湾社会对核电的质疑达到高峰，也让非核家园成为政治主流承诺。2016年新政府上台，更将电业法修法入列，明定2025年之前台湾核电全部退出，迈向无核家园。这项政策确立之后，核1、核2、核3座老电厂便按照40年寿期陆续走向除役停机的时程表。但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核4停了，核1、2、3准备除役，难道从此风平浪静？并不然，困扰我们的2大难题依然存在：电从哪里来，以及废料往哪儿去。这2道难题如同2座巨山，竖立在非核家园道路的两侧，迫使我们不得不小心权衡。首先看电力供应问题，核电占比一度达到全台约20%以上，如今逐步归零，这块发电缺口要由什么来补？政府的答案是再生能源加天然气。官方在推动非核政策的同时，定下了2025年的电力结构目标，再生能源发电提高到2%左右，天然气发电约5%，燃煤降到3%以下，核能则为0，也就是所谓2025能源转型配比50年30月20日的蓝图。为此，近年来政府投入大力发展太阳能光电和离岸风电。你或许注意到，农田上架起一排排太阳能板，海岸外竖立着巨大风机，这些都是为了替代核能而来的新电源。短短几年内，台湾太阳能装置容量成长数倍，在中南部处处可见闪耀日光的板阵，离岸风场也从无到有，在苗栗、彰化外海开始发电。按理想进度推演，如果再生能源顺利扩张，核电退场后的空缺确实有机会被绿能接手。然而现实很骨感，尽管绿能发展迅速，但2025年达标2%发电比例仍具挑战。截至最近几年，绿能发电量占比还不到1%上下。其中一个原因是天候间歇性，阳光、风力都有强弱时刻，并非持续稳定提供。例如夏天正午太阳能很充足，但傍晚用电尖峰时太阳已下山，绿电供给反而降低。要平衡这种不稳定，需要大量的储能设备或备用电源调度，这在台湾刚起步。另外，用地问题也是掣肘之一。台湾幅员不大，人口密集，找地铺设大规模太阳能厂或风机并不容易，常常碰上环保、生态或地方民意的争议。举例而言，有些农渔民担心太阳光电占地影响生计，离岸风电也遇到渔业权协调问题，这些都导致再生能源扩张未能一蹴而就。于是，在核能尚未完全退出时，我们已经感受到电力调度的压力。2017年8月，
815全台大停电，让上百万户瞬间断电。肇因是一座大型天然气电厂的人为疏失跳机。当时核1、核2部分机组其实仍在运转，但因整体备转容量偏低，一部发电机组闪失就引发连锁断电。这起事件警示着，当电力备用不充裕时，系统韧性很脆弱。缺电一词开始见诸报端，成为社会谈论焦点。之后几年，2021、2022年，台湾又陆续出现局部大停电事故，有时是电网事故，有时是机组故障。每逢此刻，挺核者总质疑，如果核电厂还有在发电，情况会不会好一点？事实上，在核1、核2关闭后，台湾的整体发电备用率确实一度降到较危险的水位。虽然目前通过增购燃气机组、新设临时发电机等方式略有改善，但一到夏季尖峰用电，电力调度人员仍绷紧神经。当然，反核人士有不同看法，他们指出，几次停电影响范围大的事故都和核电退不退无直接关联，反而是电网管理和燃气供应问题。2017年的大停电是天然气压站误触开关导致，2022年某次全局性分区停电则是超高压变电站故障所引发。这些跟核电有无运转并无因果。更重要的是，他们强调，如果追求能源永续，就应该尽快摆脱对高碳化石燃料的依赖。但核能并非唯一选项，因为核废料和核灾难一旦发生，代价太大。他们主张透过改善电网、推动智慧电表、加强需求管理等措施，搭配储能技术提升，足以在未来完全用绿色能源满足台湾需求，而这才是真正长久无忧之道。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下。电力供需之变，其实背后往往牵出的是对另一问题的态度。我们愿意承受哪一种风险？是偶尔停电的不便，还是小概率核灾却可能毁灭性的后果？不同立场的人给出的答案截然不同。谈到风险，就必须面对核电最让人担忧的一面——核安全。虽说全球数百座反应炉大部分时候运转安然无事，但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而台湾本身又处在地质条件不甚友善的环境，台湾岛位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有台风、海啸威胁，下有隐伏、断层蠢动。可以说，天然灾害对核电厂是个严苛的考验。以核3厂为例，它距离恒春断层仅约900公尺，等于盖在地震带的门口。兴建时当然有考虑抗震设计，但当年的设计基准是能抗 0.4G 的地动加速度，大致相当于里氏规模7上下的地震强度。后来发现台湾地震评估值需要调高，于是在运行中对核3厂加强补强，把耐震标准提高到 0.72G。 然而最新的地质研究显示，该地区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高达 1.3G 的剧烈震动，也就是说，原本的核3厂离这新标准还差一大截。如果硬要让一座已服役40年的老核电机组去满足如此高规格的防震要求，几乎等于全面大换修，从反应炉结构到管线设备都要补强升级，其工程规模不亚于重盖一座新电厂，这需要巨额经费和时间，而且改造过程中还得确保燃料安全，非常复杂。除了地震，台湾的核电厂多靠海，而气候变迁让极端天气愈发频繁，未来更强，台风和海水上升会不会增加厂区淹水或系统破坏的风险？虽然设计时都有防范，如防波堤、防洪闸门等，但福岛核灾给人的教训就是永远有想不到的组合拳。福岛当年正是强震导致外电中断，紧接而来的大海啸又淹没了后备发电机，双重打击让核电厂失去冷却功能，引发炉心熔毁。台湾人很清楚自己并不比日本更幸运，如果东京电公司尚且措手不及，我们凭什么相信台电就万无一失？这种对巨大灾难的恐惧使许多人无法接受核电。零风险当然是不存在的，但在核能问题上，不少人心中的底线是，哪怕只有1/1000几率酿成不能回头的悲剧，都觉得不值得冒险。更何况台湾土地狭小，一旦某地发生核事故，大范围疏散几乎无处可逃，这和其他幅员辽阔国家情形不同，是我们不得不慎之又慎的原因。另一方面，挺核者则强调核电技术经过几十年演进，安全措施早已大幅提升。例如，
新一代反应炉设计强调被动安全，能在断电时自动冷却。电厂也不断演练紧急事故应变，增设行动电源车、防海啸墙等。他们还指出一组数据，火力发电每年因空污导致的健康损害和早死人数，远远高于核电历史上事故所造成的直接伤亡。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认为我们其实每天活在燃煤燃气排放的慢性风险中，却不自觉，反而对概率极低的核灾过度恐惧，这是一种认知偏误。他们也提到，台湾核电运转将近50年来，未曾发生过对外辐射伤害事件。几次大地震虽然造成机组自动停机或厂房小损伤，但并没有辐射外泄，显示我们的核安维持得还不错。因此，在挺核人士眼中，核电风险可控可管，而非某些想象中的洪水猛兽。究竟谁说的对？事实上，核电风险并非全有或全无，而是伴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工程领域有个概念叫浴缸曲线，设备刚开始运转时，因磨合不良或设计瑕疵，故障率偏高。进入稳定期后，故障率降低，保持平稳，但到了寿命末期，老化磨损让事故率再次升高。核电厂也遵循这样的曲线。例如，三里岛和车诺比2起灾难都发生在机组相对新的时候，而福岛核灾则发生于机组接近40年寿命，正在申请延役期间。台湾目前的核1、核2、核3各机组，无一不是运行超过35年的高龄反应炉，早已步入寿命尾声的磨损期。有数据显示，核3厂自投运以来，已累计将近50件辐射安全事件通报。尽管大多是轻微可控，但也透露出机器老旧带来的小问题在增加。延长使用这些机组，势必要面对维修频繁与意外风险上升的挑战。正因如此，过去政府才设定40年寿期，到点除役，就是认为超过年限风险提高，不宜继续冒险。这也是反核团体强烈反对老旧核电延役重启的原因。与其强行让一把年纪的核电厂带病上阵，再投入巨资补缀，不如让它光荣退休，把资源转向更新颖、更安全的能源。再来回到核废料，这或许是核能议题中最令各方焦头烂额的部分。因为技术可以改良，基建可以更新，但核废料一旦产生，其辐射寿命却长达数万、数十万年，不是我们这几代人能等得起的。当初台湾决定使用核能时，多少带着先用再说的心态，把核废处置问题留待未来解决。时至今日，未来变成了现在，我们不得不直视这个被延宕许久的烫手山芋。那么，目前台湾的核废料都放哪里了呢？前面提到低阶核废料主要存放在兰屿，兰屿贮存厂从1982年启用，到1996年容量满载为止，累计接收了近10万桶低放射性废弃物。这些年来，兰屿贮存厂早已不再进新货，但那些装满核废的铁桶却一桶都没能运走，依旧静静躺在地底混凝土壕沟中。风吹日晒下，不少桶身出现锈蚀甚至变形。台电虽定期派员到岛上检查维护，更换损坏的桶体外包装，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当居民从过去抗议到现在，口号始终如一，核废料不要留在兰屿。政府也数度承诺要把核废迁出，可是迁到哪里？原能会在2012年依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场址设置条例，选出台东达人和金门乌丘2处作为候选最终处置场址。然而消息一出，当地居民群起反对，地方政府甚至拒绝举办法定所需的地方公投，结果可想而知，计划搁浅，址也选不成。10多年过去了，低阶核废料最终处置仍然遥遥无期。眼下这些低放核废除了兰屿之外，就只能暂存于核电厂区和桃园龙潭的核研所内的仓库中。而随着核电厂除役拆解，预计还会产生更多被污染的废弃物，一样要找地方放，令台电伤透脑筋。相比之下，更棘手的是高阶核废料，也就是用过的燃料棒。这些乏燃料的辐射和热量都极高，刚泄出反应炉时，如果没有人为冷却，足以自体发热到融化。因此国际标准程序是先将乏燃料沉浸在水池中冷却至少10年，待放射性热衰减一部分，再转移到空气中也能散热的干式贮存设施。
然后等待最终处置。台湾的核电厂乏燃料一开始也都泡在各厂的燃料池里。问题是，这些燃料贮存池当初设计容量有限，本以为运转10-20年就应该把燃料移走处理，但现实却是燃料一束也没挪出厂区，一直累积到反应炉运转满40年，池子不够用了怎么办？台电只好采取高密度储存的对策，更换特殊设计的进间格储存架，让池子里可以塞进更多燃料棒，等于把储存格子加倍加密。以核一厂为例，原本2座燃料池设计容量各约1500束左右，但经过多次加密，硬是扩充到可存放3000多束甚至更多。核二厂的燃料池也是从设计的2500束扩容到4400束上下，可以说整个池子几乎塞无可塞，挤到极限。一些原本不该长期放燃料的装载池、反应炉穹顶下方都临时改装用来搁置燃料棒。这种景象就好像你家的冰箱本来只能摆20瓶饮料，现在硬挤进了40瓶，连冷冻库都塞满，只差门边再调几瓶。虽然暂时装下了，但也让人胆战心惊。燃料池超载带来2大隐患：安全风险和厨艺受阻。首先是安全问题，乏燃料在池水中需要不断冷却，密集存放使得单位体积内的衰变热更高。如果冷却系统一旦发生故障或地震损毁管路，池水可能慢慢蒸发。一旦水位降到燃料棒裸露，棒体温度就会急剧上升，甚至引燃包覆壳产生告水反应，释放出大量氢气和放射性物质。福岛核灾时反应炉厂房的氢爆不仅源自炉心熔毁，也有部分是乏燃料池水沸干后产生的结果。因此，把这么多燃料挤在一起，好比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旦出事可能祸及一篮。当然，台电强调他们有多重备源电源和冷却装置，池水也有一定深度的余裕，不至于轻易见底。但民间核安团体仍忧心忡忡，尤其核一、核二厂位于都会近郊，一旦燃料池发生严重事故，影响范围难以想象。冷静说，这确实是一个必须尽快处理的风险点，偏偏要处理却处理不了。卡在哪？卡在干式贮存设施迟迟无法上马。早在2000年代，台电就提出建造干式贮存厂的计划，希望将部分乏燃料从水池中移出，减轻压力。然而在核一、核二厂所在的新北市政府强烈关切下，干贮工程困难重重。核一厂第1期干贮厂已施工完成，采用户外露天储存钢混凝土容器的方式，但新北市认为当初设计与施工存在水土保持等安全疑虑，迟迟不发给使用许可执照。曾有一幕，行政院长亲自跑到北海岸和居民座谈，下令将后续干贮规划改为室内型，以降低风险，似乎是妥协的解方。然而室内贮存厂房从环评设计到完工需要多年时间，截至目前，核一、核二的室内干贮都还在纸上规划阶段，预计2028、2029年才可能启用。在此之前，台电只得再三游说，希望先启用已建好的室外干贮，把最迫切的燃料移出。不过地方政府态度强硬，先前因台电施工未完全符合图说，导致信任受损，再加上2017年北海岸暴雨曾引发核一厂庞山坡土石松动、电塔倾倒的事件，地方更坚持露天干贮有地震崩塌风险，不允许启用，要求改室内才行。双方僵持多年，结果就是核一、核二厂的乏燃料一束都没能移出水池。到了2021年7月，核二厂1号机因燃料池实在挤不下新泄出的燃料，不得不提前停机，成为全球第一个燃料池满出来。而提前除役的案例，核一厂也一样，2部机组早已停机除役，但炉心里仍有700多束燃料棒留置，原本停机就要取出的燃料愣是拔不出来，只能卡在那里，使得后续拆除反应炉等除役工程无法进行，除役时程被大大拖延，于是就出现了先前描述的怪状况。核电厂虽关了，人还是要继续留守，顾着那些拿不出的燃料，核电走入历史，核废料寸步难行。这样的窘境，无论你反核拥核，都不得不承认确实发生在我们眼前。它凸显出台湾在核后端处理上的巨大落后，让我们把视野放宽到世界。高阶核废料的终极解法，其实各国都还在摸索中。目前公认较可行的是
深层地质处置，寻找地质结构稳定的地点，把高放射性废料密封在特殊容器中，埋藏到地下300到上千公尺深处，任其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度过漫长岁月。这个概念听起来简单，实际推行却困难重重。要找到数十万年不会有地质变动的地点，要说服当地居民接受在脚下埋核废，要确保工程万无一失不渗漏，环环都是挑战。截至目前，全球只有芬兰在这条路上走得比较前面，他们的深地质处置厂已经建成，进入试运转阶段，预计成为全球第一座正式投入运作的高阶核废料最终处置库。瑞典也核准了一座类似的处置库厂址，预计兴建。而其他使用核电的先进国家，如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等，要么处于选址困境，要么还在研究技术或找社会共识，距离真正完工启用都有遥远距离。换句话说，多数国家的高阶核废目前都还是暂存在厂区或集中贮存设施内，寄望未来几十年能找到办法。台湾在这方面因为核能规模不算大，早年选址立法工作倒没有欧美那般超前，直到2010年代中期，学者和立委才拟定几个法案草案，希望替高阶核废处置建立法律依据和专责单位，但这些核废3法草案最终都尘封立院，没有下文。主管部门经济部与台电曾投入一些预算做初步地质调查，但没有足够授权，也推不动地方。在法律、经费、社会沟通都缺位的情况下，高阶核废的最终处置在台湾几乎连起步都谈不上。许多人主张核废料问题不解决就不应该发展核电，这话乍听合理，但事情有点两难。我们已经发展了数十年核电，核废料问题却依然没解决。如今骑虎难下，若继续用核电，无疑会制造更多核废，加重未来负担。可即便不再新增一根燃料棒，现有累积的核废也摆在那里，需要我们负责到底。走向非核并不等于核废料自动消失，它只是不再增加新的，但旧账我们一样得还。只是往后若不靠核电发电，我们或许能把更多资源和心力转投入核废处理的收尾工程。反之，假使决定重启核电，势必要向社会端出更具体的核废料解决蓝图，否则民意恐怕难以买单。无论如何，核废料议题像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核能光纤背后的阴影，它逼着决策者和全民面对。我们有责任把这难题解到什么程度，再把地球交给子孙，是一走了之，还是尽最大努力寻找安全归宿？答案涉及的不仅是科技能力，还有伦理与勇气。在台湾，核电从来不只是纯粹的工程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一方担忧缺电与环境，另一方忧心风险与正义，彼此分歧透过民主机制不断较劲。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的几次公民投票和法律攻防。2018年底举行的公投中，有一案主张停止执行2025非核家园目标，也就是建议废除电业法中要求2025前除尽核电的条文。这项公投获得超过58%同意票通过，显示当时相当多民众对快速去核有所疑虑。然而，公投结果虽反映了民意一隅，执政单位仍强调大方向不变，仅形式上废除了法条，实际政策仍持续推动能源转型。2021年，另一场全国性公投聚焦在重启核4厂议题，这回结果显示，多数投票者选择了不同意，也就是不支持让尘封的核4重新上线。公投结果出炉，4案皆未通过，政府视之为民意对非核方针的肯定。然而也有人指出，当次投票率不高，未必代表全民定见，只能说反核一方在动员上胜出。2023年至2024年间，立法机关出现了不同声音，朝野针对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进行修法攻防。最后通过的修正案放宽了核电机组的运转年限，上限至60年，并容许已除役机组经申请可再运转。这听起来像是为未来延役或重启开了一扇门。例如核2厂2023年停机后，理论上还有机会重启；核3厂2025年除役后，也可能申请延寿到2045年。但行政部门同时强调了绝不轻率重启的3大前提：
必须核能安全无虞，核废料有解决方案，社会达成共识，才会考虑任何重启研议。这3条件看似平凡，其实门槛极高。眼下台湾没有一项真正满足，核废处置遥遥无期，社会对核电仍然严重对立。至于安全，更是需视个别厂况专业评估。换句话说，尽管法律不再一刀切禁止研议，但要真让一座已退役的老核电厂起死回生，仍困难重重。2025年核3厂第2机一关掉，台湾正式迈入核电归零时代。然而谁都不敢拍胸脯说这就是终章，因为未来若能源转型不顺利，电力供需亮红灯，重启核电的主张势必卷土重来。像2025年8月就已规划针对核3厂研议重启与否举行公投，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事，但如今居然要全民来决定要不要让一座刚退役没多久的核电机组重新上阵。可见非核家园的政策虽已达成阶段性目标，但核能存废的争论远未结束，它已变成朝野攻防、民意拔河的一部分。只要能源情势有变，这一题就可能再次被拉上台面公断。把目光放到全球，我们会发现台湾面临的抉择其实也是许多国家的缩影。在福岛事故后，不少国家对核电进行了重新评估，有些国家转向更加坚定地拥抱核能，也有些则加速摆脱核能。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德国和日本。德国政府在2011年后决定逐步关闭境内所有核电厂，并于2023年正式完全废核，成为工业大国中少见的零核电国家。然而，德国的经验也引来争议。在迅速降低核能的同时，虽然它大力发展再生能源，但为了填补缺口，一度增加烧煤发电，导致碳排放降幅不如预期。德国民众也承受了电价上升的阵痛。在俄乌战争引发欧洲能源危机时，德国甚至一度启用已封存的燃煤电厂应急，让外界质疑其能源转型的代价。反观日本，原本在福岛后全数关停核电机组进行安全检查，可随着燃油进口激增、电价飞涨和减碳压力，日本又慢慢重启了部分经安全审查合格的反应炉。截至近期，日本已有超过10座核电机组恢复运转，官方甚至提出考虑开发新一代核反应炉，以确保能源自主与气候目标。也就是说，经过10年的挣扎，日本又重新把核能放回能源选项之一。另外，法国一直以来大约70%电力来自核能，是核电支柱国。他们正延长老旧机组售期，并计划新建机组，以维持低碳电力优势。美国虽然许多老电厂面临经济挑战关闭，但也有政策和补贴来让部分核电继续营运，更投入资金研发 SMR、小型模组反应炉等创新核能技术，希望在未来能源版图占有一席。中国更是积极扩张核电装机，兴建速度全球最快，视核电为减煤的重要路径。反之，韩国历经政府更替，也在废核与扩核间摇摆。现任政府恢复核电建设计划，可见核能的取舍并无普世一致做法，而是因各国国情、民意、能源条件不同而异。台湾作为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岛国，在考量能源战略时，自然也不能不参考这些国际经验。支持核能者常举法国、南韩为榜样，认为台湾也可以安全使用核电并发展新技术。反对者则提醒我们别忘了德国、日本的教训。去核虽难，但长远看，再生能源才能真正自主永续。过度依赖核电，一旦出事将后悔莫及。这场辩论其实也反映出台湾人对未来的2种期待，究竟是勇敢拥抱高科技并承担相应风险，还是选择稳妥渐进地转向绿色能源，即便过程艰辛？答案没有对错，但现实逼着我们迟早要选边走。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要不要核能其实是个多层次、多维度的问题，它牵涉经济、环境、安全、伦理、科技等方方面面，很难用简单一句是或否来回答。如果把它想象成一个天平，一端摆着核能带来的利益，稳定的电力供应、较低的运转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某种能源自主的可能，毕竟铀燃料体积小，易储存，相较煤气可储备较长天数，不易受国际变局影响。另一端则放着核能带来的代价，
极低但存在的严重事故风险，令人头痛的核废料管理责任，电厂除役及环境复原的高昂成本，以及社会对核辐射的恐惧与不安。当我们决定要不要让核电留在台湾，其实就是在衡量这天平的两端哪边更重。困难在于，不同人对风险和利益的感受不同。有的人认为供电稳定、经济发展重于一切，停电一天都不能忍；有的人则觉得生命健康和环境安全是第一位，再便宜的电也不能以家园做赌注。这种价值观的差异，使得核能议题很难有共识。政府夹在中间，要顾及经济，也要回应环保，很容易左右为难。过去几年，台湾的政策选择是倾向非核，尽量发展其他电源来取代核电。但未来会不会因为情势变化而反转，没有人能打包票。毕竟如果哪天真的发生大规模缺电，影响民生产业，或者国际减碳压力下达不到排放目标，社会舆论也可能出现新的声音。除了黑白分明的支持或反对，其实也有中间路线的思考。例如，有人提议维持有限的核能规模作为过渡，不再新建核电厂，但让现有可用的机组延寿10到20年，在这段期间加速建构再生能源和储能，到时再安全下线。这样既避免短期供电风险，又能确保最终还是非核家园。但反方质疑，延寿期间万一出事呢？核废处理还是得面对啊。另一些人则关注新技术，未来或许出现可以吃掉核废料的反应炉，或核融合作为终极能源解方。如果真成真，那现在坚持废核岂不是错过可能的转机？然而新技术从实验到商转至少也是数十年后的事，远水恐怕救不了近火。这些讨论都表明，核能问题没有单纯的技术答案，而涉及一系列时间尺度和风险容忍度的选择。核废料要放哪里？这个问题更像是一道良心考题。说到底，核废料最终不外乎留在自己土地上管理，或设法运往别处。台湾不可能幻想把核废永久送到国外就了事，这在国际规范和道义上都行不通。因此，多半情况下终究还是得在台湾境内找个地方长埋深藏。我们这代人享受了核电的好处，是否愿意承担处理遗留物的责任，还是想交给下一代再想办法？纵使想承担，目前找不到具体方案，也很令人挫折。或许长远看，得朝全民参与和专业信任两方向努力。一方面提高资讯透明度，让公众理解核废处置技术的细节与风险，用沟通降低邻避心态；另一方面，建立可信赖的独立机构，用几十年如一日的科学态度去寻找评估场址，研发安全屏障材料，并预留充足经费来实现最终处置。芬兰之所以能成为先行者，除了地广人稀、地质稳定等有利条件，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业者和地方居民长期沟通协调的结果，建立起一定程度的互信。反观台湾，走到这一步前，恐怕还需要很长的社会磨合。我们总不能一边享用核电，一边要求核废料放别人家去，这样的态度无论在国内国外都说不通。无论核电未来续不续用，已有的核废料我们都责无旁贷要处置好。这其实是整个核能议题中跨世代正义的一环。我们替经济发展做了某种押注，那我们就得为这押注后产生的后果负责，不能都推给后代。只是在现实层面，如何负责仍是未解之题。但不管怎样，越早开始总比一直拖延好。也许最终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技术上的答案，更是愿意面对问题、承担责任的决心。讲了这么多，回到最初的问题，台湾要不要核能？核废料放哪里？我们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要不要核能问的是当下的能源路线选择，核废料放哪里则揭示了这选择背后漫长的后果处理。这两者不可切割地绑在一起。我们既要权衡眼前20-30年的能源供需，也要顾及未来几百上千年的环境安全。这样的视野跨度，对任何决策者和公民而言都殊为不易。我们习惯追求短期效益，但核能考验的是长期智慧。或许最明智的态度是以谦卑和科学理性来审视这个问题。谦卑，因为人类对自然和技术的掌控其实有限，无论是核灾还是气候变迁，都在提醒我们，人定未必能胜天，选择任何能源形式都该如履薄冰。理性，
因为这个议题充满情绪和政治张力，需要我们撇开意识形态，仔细研究真凭实据。比如核电的经济性究竟如何？核废料处置成本隐含多少？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可否靠技术克服？各种数据都应充分讨论，而非道听途说。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出情绪谩骂的怪圈，在事实基础上做出更佳决策。最后，无论台湾未来走向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能源转型没有零成本的选择。有句话说得好，你可以选择你要付出的代价，但你无法选择不付代价。继续使用核能，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长期管理核废料，承担微小的核灾风险，以及高龄电厂升级的庞大花费。放弃核能，我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更大的再生能源和储能投资。短期内可能较高的电价与化石燃料排放，还有面对电力不足时的压力。在对比这些代价时，人们的价值观和优先顺序会引导他们倾向不同选项。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只有权衡后相对适合台湾的道路，而这条路需要全体社会的参与和支持才能走稳。展望未来，希望我们能以此次核能争议为契机，学会更负责任地看待能源议题。不管最终决定如何，对核电也好，绿电也罢，都应以追求最高的安全和效益为目标。而最困难的核废料问题，更是需要以超越政党轮替的长远眼光来面对。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子孙回顾这段历史时，会感谢我们哪怕在争论不休中仍尽力找出了妥协方案，没有让他们只剩烂摊子要收拾。也或许他们会疑惑我们为何在能源选择上浪费了宝贵时间内耗，但愿结果是前者。台湾要不要核能？这题我们现在还无法写下标准答案，因为历史的考卷仍在作答中。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无论选择核或不核，都没有万全的避风港。真正能保护我们的，只有对风险的清醒认知和对未来的责任心。当你我下次再打开灯时，不妨想想这背后的能源来处，然后思考我们愿意承担哪一种成本来驱动这盏光明。这或许才是这场辩论带给我们每个人的意义所在。今天我们来聊聊核能的新希望。如果把燃料从油换成土，核电真的就变安全了吗？最近许多人在讨论一种叫做熔岩反应堆的新型核反应堆，据说不但安全性大幅提升，连核废料都能当燃料烧掉。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难道核电的终极难题有望被这个新技术一网打尽吗？今天就让我们用轻松有趣的方式来深入探讨土基熔岩反应堆到底是什么神奇宝贝，以及它能否为核能证明。首先提到核能，许多人脑中浮现的画面不是爱因斯坦手握方程式，就是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核灾阴影。传统核电站的确像一把双面刃，一方面它每年提供全球约1%电力，不排放二氧化碳，被视为减缓暖化的重要能源。但另一方面，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1986年发生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一夜之间释放大量辐射尘埃，让整座城市变成鬼城。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厂在海啸重创下发生堆芯熔毁，辐射外泄迫使10万居民撤离。这些事件使大众对核电的恐惧与日俱增，一些国家甚至决定逐步淘汰核电。我们不禁要问，核能难道注定危险，无法长久吗？其实，核反应堆本身并非洪水猛兽。简单说，传统核电厂利用铀235等放射性元素进行核分裂来产生热，再用水当冷却剂带走热量发电，就像烧开水推动蒸汽涡轮一样。不过为了提高水的沸点，反应堆内的水被压到很高的压力，仿佛把一个巨大的高压锅日夜放在火上。如果冷却系统故障，高压锅过热，有可能锅炉爆炸或堆芯熔毁，导致辐射外泄。切尔诺贝利就是因为设计缺陷加上操作失误，引发堆芯剧烈爆炸。福岛则是地震海啸令冷却系统停摆，让燃料棒温度失控融化。所以传统反应堆最大的隐忧在于高压冷却水和固态燃料棒，一旦散热出问题，燃料棒会熔掉，甚至把钢铁地板烧穿，释放大量辐射物质，就像恐怖电影里的场景。此外，反应堆运转过程中会产生高压氢气，如果泄漏遇到空气，
还可能引发氢气爆炸。福岛核灾时，我们就看到了那惊心动魄的氢爆场面。那熔岩反应堆如何改变这一切呢？有人形容，传统核反应堆好比焦急的蒸汽锅炉，而熔岩反应堆更像一锅稳定的熔岩汤。这名字听起来很酷，其实道理不难。熔岩反应堆使用液态的熔岩作为燃料的载体和冷却剂，换句话说，把可以裂变的燃料，例如油或土，先溶解在高温熔的盐类中，燃料不再是固体棒，而是一锅滚烫的盐汤。在反应堆运转时，这锅含有核燃料的熔岩在堆芯循环流动，一边产生热量，一边把热带出来。由于熔岩本身就是液态燃料和冷却剂的混合物，不需要高压来提高沸点，许多熔岩的沸点高达1000多度，远高于反应堆正常运作温度，所以几乎不会气化产生高压。没有高压，也就没有爆炸的隐忧，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担心那隐形的高压蒸汽锅会不会哪天炸裂了。更妙的是，熔岩反应堆天生就不怕堆芯熔毁。等等，什么叫不怕熔毁？因为传统反应堆的噩梦就是堆芯熔掉，可熔岩堆压根儿就没有固体堆芯，反应区域本来就是一锅液体燃料在流动，压根不会出现固体燃料融化这种事故。有趣的是，工程师们还给这锅核熔岩设计了自动停机装置，在反应堆底部有一段特制的管子，平时被一栓低温冷却的盐塞住，如果发生异常情况导致温度过高，那栓住燃料的冰塞会自动融化，底下的熔岩燃料就会像汤汁泄入地窖一样，全部流进地下的紧急排放槽中。在那里，燃料盐会被分散冷却，失去临界质量，反应自然停止。这种设计被形象地称为熔岩熔断塞或冻结塞，等于给反应堆装了一个自动保险丝，温度一超标就断电熄火。想象一下，一座核反应堆居然可以不靠人为干预，就凭物理特性自动关机，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黑科技。所以从安全角度看，熔岩反应堆仿佛开了挂，没有高压喷发，不怕堆芯熔掉，还自带自救开关，难怪大家说它天生抗灾。谈到这里，大家可能发现我一直没提一样关键材料——土。标题说油以土，究竟土扮演什么角色呢？原来熔岩反应堆本身并不限于土，任何可裂变或可产生裂变物质的元素都可以溶在熔岩中当燃料，例如铀235、钚239等等。但许多科学家特别期待把土用在熔岩堆里，因为土有几大令人兴奋的优点。首先，土在地球上的蕴藏量估计是铀的3到4倍，而且分布广泛。你或许不知道，很多矿产开采，特别是稀土和锡矿，在提取主要元素后常产生富含土的副产品，比如印尼就因盛产锡矿，附带拥有丰富土资源。过去这些土没用武之地，几乎当成矿渣废料丢弃。如果能把这些无用的土变成核燃料，岂不是变废为宝，一举两得？此外，土还不用浓缩，天然油只有0.4%是可用的，铀235需要花费大量能量去浓缩提纯。相较之下，天然土几乎全部由单一同位素土232组成，不需同位素分离，拿来就能入堆。当然，实际操作还需将土转化为化合物，溶于熔岩中。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降低了技术门槛和成本。更棒的是，土燃料链据称产生的长寿命核废料要比铀燃料少很多。为什么呢？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土的核反应路径。土232本身不能直接裂变发电，但它被中子打中后会转变成铀233，这铀233才是优秀的裂变燃料。铀233在反应中裂变，放出能量，同时释放中子，又可以继续转化更多土为新的燃料，形成土铀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土燃料主要生成的核废料组成跟传统铀燃料不太一样。支持者们说，土循环不会大量产生超长寿的氯、氦系元素，例如铍、氦、钠等超铀元素，因此留下的高放射性废料寿命较短，大约几百年后辐射就衰减到安全水平。听起来似乎比起动辄10万年的铀废料干净太多了。不仅如此，土路线还有一个军事上不受青睐的特点，却恰恰迎合了民用需求，它不会产生可用来制造核武的钚239。同样的核电站，如果用铀燃料
运行一段时间后产生的乏燃料中含有大量钚，可提取用于制造核弹。这正是冷战时期各国偏好发展铀燃料核电的隐秘动机之一。相比之下，土燃料循环不产钚，裂变主要依赖铀233。虽然严格说来，铀233本身也能做核弹，但它会夹带一种难以分离的同位素铀232，后者剧烈衰变产生强烈的伽马射线，让企图拿它造弹的人员和设备都吃不消。因此，土熔岩堆被视为较不容易军事滥用的核能技术。换言之，过去那种核电厂顺便当核武工厂的双重模式，在土反应堆这行不通。正因为如此，有人戏称当年美苏放弃土计划是因为不利于造核弹，虽不完全是唯一原因，但确实点出了土核能的一个政治优势，比较不容易被不良用途盯上，专心发电造福民生。听到这里，你或许会想，既然熔岩反应堆加上土燃料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全世界不上呢？原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土熔岩反应堆虽好，但技术难度和陌生感也不小。我们的核工业发展了70多年，大多数经验都围绕传统的清水反应堆。对于液态燃料这套玩法，许多工程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完全解决。回顾历史，熔岩反应堆并非新发明，早在1960年代，美国就在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建造了全球首座熔岩实验反应堆。那是一座热功率约 7.4 兆瓦的小型堆，1965年建成并达到临界，持续运行了4年。当时使用铀235燃料的氟化物熔岩，据说这个实验非常成功，反应堆稳定运作，还测试了不同燃料的可行性，甚至发现熔岩燃料的一些衰变产物半衰期不到50年，似乎验证了减少废料的可能性。然而1970年代初，美国却突然终止了熔岩反应堆计划。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决策者将资源投入快中子增值反应堆，妄图用铀反应堆生产更多燃料和武器级材料；另一方面，熔岩技术本身也面临材料腐蚀等挑战，让人望而却步。熔融的氟化锂铍盐在高温下对金属极具腐蚀性，就像高温盐酸一样，伺机侵蚀管道和容器。当时可用的特种合金寿命堪虑，长期运转下来管路可能漏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熔岩外泄，虽不会像高压蒸汽那样爆炸，但高温放射性盐液接触空气凝固，清理起来也是头疼的难题。此外，熔岩堆通常设计成在线化学处理燃料，此边运转边将燃料盐引出一部分，化学分离掉中毒的裂变产物，再补充新的燃料进去，等于一座小型化工厂和核反应堆连体作业。这对设备密封性和操作技术都是极大考验。试想在强烈辐射的熔岩中做化学操作，有如与火山熔岩共舞，技术要求可想而知。当年美国那座实验堆因为体量小，不涉及复杂的在线后处理，躲过了一劫，可要放大到商转电厂规模，这些问题一一冒出，难关重重。结果，熔岩反应堆在冷战高峰时期被打入冷宫，土燃料的梦想也一同沉寂。直到21世纪，气候变迁压力和技术进步双重推动下，新核能的概念卷土重来，各国科学家重新审视过去被搁置的奇思妙想，其中土基熔岩反应堆再次受到瞩目。印度是最早对土燃料展现热情的国家之一，因为他们拥有全球最多的土矿，早在20世纪末就制定3阶段核能计划，最终目标就是大量采用土。但真正让世界看到土熔岩堆希望的是中国近年的大动作。2021年9月，中国在甘肃武威建成了全球首座液态燃料土基熔岩实验堆，这是第4代核能技术的一次里程碑式突破。那座小型实验堆热功率只有2兆瓦，差不多只能提供1000户人家的用电需求，但意义非凡。它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首次启动含土燃料的熔岩反应堆实验。该项目由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主持。据称，中国政府早在10年前就开始投入巨资研发，累计投资超过40亿元人民币。实验堆成功运行之后，中国已宣布下一步要在2030年前建成一座更大的373兆瓦熔岩反应堆，可以供数十万户家庭用电。中国官媒将土基熔岩堆称为国家能源转型的新希望。
国际上也高度关注。的确，从理论上说，这种反应堆比现有技术更安全，燃料更丰富，难怪让人兴奋。中国之外，其他国家和民间企业也纷纷行动。美国有好几家公司投入新一代核反应堆研发，例如比尔盖茨支持的公司开发高温熔岩、储能和快中子反应堆，还有一些新创专注熔岩技术本身。其中一家公司名为 Thorcon， 打算直接把土熔岩反应堆搬到印尼去建电厂。印尼政府近年宣布雄心勃勃的核能扩张计划，为了在2050年达成净零碳排，他们计划兴建20座核电厂，其中大部分采用小型模块化的第4代反应堆技术，而第一座就瞄准了由美国 Thorcon 公司提供的500兆瓦级土基熔岩反应堆。Thorcon 之所以选址印尼的邦加岛，不仅因为当地需要电力，更因为岛上锡矿丰富，土资源充足，燃料就地取材方便。这个计划听起来令人振奋，仿佛核能革命即将在东南亚上演。然而，也有人泼冷水，目前全球还没有任何一座商业运转的熔岩反应堆，印尼等于是自愿当白老鼠。如果技术不如预期或者成本太高，可能耗费巨资后无疾而终，变成小型核电厂的坟场。确实，Thorcon 估算建一座土熔岩电厂要花上10亿美元以上，贵不贵先不论，重点是它必须可靠运转才能摊平成本。而回顾过去例子，有些新颖核能技术如快堆、聚变实验等常常烧掉大钱却遥遥无期，所以土熔岩反应堆能否成为经济上可行的能源，还需要时间和市场检验。当然，对核能业者与科学家而言，不尝试就永远不知道答案。支持者们常提到，核电的安全升级并非空想。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已经从第1代的石墨反应堆、第2代的压水反应堆，一路改进到第3代先进反应堆，每一代都增强了安全性能。例如，新一代压水反应堆设计了双层安全壳、重力供水、冷却等被动安全系统，大幅降低了事故风险。相较之下，第4代反应堆包含土熔岩堆、快中子钠冷却堆、高温气冷堆等等，则更进一步从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追求根本不出事。就以熔岩堆为例，高沸点液态盐冷却剂意味着就算发生泄漏，也不会快速气化扩散，堆子压力低，不至于喷射，仿佛把水蒸气炸弹换成了温吞的熔岩壶。而它内建的熔断塞装置更是前所未见的自我保护机制。试想，如果福岛核电站当年用的是熔岩堆设计，也许在冷却停电时，熔岩早就自动流光停机，根本不会熔毁爆炸，也就没有后来的大规模辐射外泄。这样的本质安全特性，正是新核能研发的终极目标。不过话说回来，再安全的核反应堆也是核反应堆，零风险的神话并不存在。即使熔岩反应堆解决了压力和熔毁问题，我们还是得面对辐射这一基本事实。反应堆正常运转时，堆内的熔岩燃料携带强烈辐射，需要多重屏蔽和远端操作技术才能确保人员安全。万一装置破裂发生熔岩外漏，现场依然会受到污染，需要专业人员清理。此外，前面提到土循环废料辐射寿命较短，那也是相对于油而言，几百年的放射性废料储存挑战依然不容小觑。须知几百年前清朝都还在统治中国，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要确保废料妥善保管不出差错，本身就是个社会和工程难题。因此，科学家强调土基反应堆的核废料辐射寿命缩短到几百年。这话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对核废料掉以轻心，只是相较动辄上万年的高放废料，几百年算是能看到尽头。此外，还有环保人士指出另一个盲点，土的开采和加工过程并不干净，把大自然中的土提炼出来变成核燃料，需要用化学药剂溶解矿石，分离提纯，这其中会产生含有放射性的废液废渣，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对环境和人员健康造成危害。正因为如此，过去土在工业上几乎没大规模使用过，除了小部分用于特殊合金或灯丝、电子等领域。现在为了能源用途而开启大规模土工业链，必须制定严格的环境与安全标准，否则可能顾此失彼。针对土熔岩反应堆的前景，业界与学界也有不同声音。一方面，不少知名科学家对其寄予厚望，例如前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就曾表示，
从安全性和稳定供电考量，现代核电其实比风能、水力发电还安全可靠。如果有了更安全的小型核反应堆技术，核能应该在对抗气候变迁中扮演更大角色。另一方面，也有核能专家对媒体的乐观报道持保留态度，他们提醒公众别忘了历史教训，没有完美的能源技术，凡是宣称一劳永逸、毫无缺点的说法都值得怀疑。以土熔岩反应堆为例，目前虽取得一些突破，但毕竟刚起步，许多工程问题还在解决中。如果抱着过高期望，未来万一哪里出差错，舆论反扑，反而可能再度重挫核能发展。有法国专家就直言，所谓清洁的土反应堆并不清洁，它毕竟会产生核垃圾，而且我们甚至还没搞清那些垃圾到底有哪些，需要隔离几百年还是几千年。他还指出，核工业常有宣传模式，推销新反应堆时就猛批旧反应堆的缺点，仿佛当初吹嘘的优点一笔勾销，现在又有了更好的。这种商业宣传口吻听听就好，不能全信。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新一代核反应堆并非魔法神器，而是工程师们在不断试错改良中前进的一个成果。未来还会遇到挑战和未知风险，需要保持谨慎。那么，新核能究竟是不是人类能源的救世主？土熔岩反应堆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的幻影？现在下定论或许言之过早。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面对气候变迁和能源需求，世界各国都在探索更安全、洁净的能源方案。核能作为高能量密度且零碳排的选项，本不该被草率地排除在外，但要重新获得公众信任，就必须彻底解决安全和废料两大痛点。土基熔岩反应堆提供了一条有趣的路径，透过全新的燃料和冷却方式，从源头上降低灾难风险，并尝试把旧有核废料变为新燃料加以利用。这种思路无疑充满智慧，如果研发顺利，也许在未来20-30年内，我们会亲眼见到一座座熔岩反应堆投入商业运转，它们默默地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而社区居民甚至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如果那一天来临，人类或许会对核能一词改观，从闻之色变的危险源变成安心依赖的可靠电力。但假如技术最终无法克服瓶颈，或者成本迟迟降不下来，新核能的美好蓝图也可能会被现实打败。总之，土熔岩反应堆承载着核能翻身的梦想，如今正站在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我们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必无端恐惧，而应以理性务实的态度拭目以待。也许若干年后回头看，这一次人类真的找到了破解核电安全与永续难题的钥匙，又或许下一代的科学家会在我们今天未尽的基础上，再创造出更加神奇的能源技术。科技进步的脚步从不停歇，未来的能源图景也许会超出你我的想象。好啦，今天的探讨就到这里。土基熔岩反应堆是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的新事物，我们见证着核能从铀时代走向土时代的契机，也为人类追求安全清洁能源的努力喝彩。究竟这场核能革命能不能成功，我们拭目以待。希望这次分享让大家对新核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如果你觉得有趣，别忘了持续关注未来能源的发展。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核子武器成为全球最具毁灭性的军事力量象征。有趣的是，当前国际社会对于核武发展采取了明显的双重标准，某些国家能够公然地发展和拥有核武，而另一些国家一旦被怀疑追求核武，就会遭到严厉制裁。这样的现象不禁让人质疑，难道核武的合法性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和强弱吗？这其中隐含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权力不对称？另一方面，假设有一天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拥有了核武器，是否真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亦或是反而创造出一种诡异的和平？本篇文案将以台湾在国际体系边缘观察者的角度，带着怀疑与分析的精神，一步步拆解核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政治权力游戏，探索上述问题的答案。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核武在国际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为什么拥有核武的国家被视为强权？又为什么国际社会宁可接受不公平，也要极力限制核武的扩散？本文将从历史、国际政治、地缘战略、条约规范以及国际双重标准等多重面向切入，深入讨论
有哪些国家被允许拥核，哪些国家被禁止碰核，这种标准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也会剖析北韩和伊朗等案例，看看强权如何对待被视为不该拥核的国家，以及印度、以色列等特殊情况的核武地位。最后将回到那个充满挑战性的假设，如果全世界都有核武，究竟会带来和平还是毁灭？毕竟对身处强权夹缝中的台湾而言，国际规则的公正性与全球安全风险都不是抽象议题，而是关系切身的现实。要了解为何今日有些国家可以光明正大拥有核武，而另一些国家却不行，得先回到核武诞生与扩散的历史源头。核武器问世于二次大战期间，1945年，美国在研发代号曼哈顿计划中，成功引爆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并在同年8月将原子弹投放于日本广岛和长崎，瞬间造成大量伤亡与毁灭。核武的惊人威力震撼了全世界，也预示着军事科技进入了新纪元。战后，美国原以为能独占核武优势，然而苏联在1949年成功试爆核弹，很快打破了美国的垄断。接着，英国、法国和中国相继研制出核武器，在短短20年间，核武国家从0增加到5个，全球进入美苏对峙的冷战时代，核子军备竞赛也全面展开。在冷战高峰期，美国与苏联累积了数以万计的核弹头，双方都具备将地球毁灭数次的能力。这段期间也发生了多起惊险的核危机，其中有以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最为著名。当时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引发美国强烈反弹，两大强权一度剑拔弩张，世界几乎陷入核战边缘。在这种险恶情势下，各国领袖逐渐认识到无限制的核武扩散将是全人类的噩梦，必须设法加以管控。因此，自1960年代起，国际社会开始寻求遏制核武扩散的途径。最初，美苏曾短暂考虑将核武管控在国际机构下，例如美国在1946年提出巴鲁克计划，希望把核材料与技术置于全球监管，以阻止其他国家研发核武。但因冷战的不信任，这类提议未能实现。随后，各强权转为追求军备控制与条约限制。1963年签署了部分禁试条约，但更全面的挑战在于防止更多国家加入核武俱乐部。彼时，有许多国家被认为有能力或意图发展核武，包括加拿大、瑞典、德国、日本，甚至台湾和南韩等。其中一些国家在美苏压力下改弦易辙，放弃了核野心。但总的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协议来划定游戏规则，核武国家的数量可能会迅速攀升。这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诞生的背景。1968年，经过多方谈判协调，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NPT 在联合国正式开放签署，并于1970年生效。这个条约试图从国际法层面确立防止核扩散的秩序，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3大支柱：防扩散，除核武既有拥有国外，其余签约国承诺永不谋求取得核子武器，也不从他国获取或接受核武相关装置。拥核国则不得向任何非核国转让核武或协助他国制造核武。裁军，已拥有核武的国家则承诺逐步裁减核武库，并最终彻底销毁核武。虽然条约中没有规定明确的时程，但第6条写明各拥核国需真诚谈判终止核军备竞赛，并实现全面核裁军，和平利用核能。所有签约国都有权在和平用途上发展核能技术，例如核电、医疗等，但前提是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以确保核技术不被挪用来发展核武。NPT 最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的一点，在于它正式划分出了2类国家：核武器国家与非核武器国家。条约承认了5个国家为核武器拥有国，分别是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这5国都是在1967年1月1日之前已经制造并试爆核装置的国家。换言之， NPT 等于是把那之前的历史事实合法化，而其余所有签约国都被定义为无核武国家，自愿放弃拥核权利。换句话说， NPT 建立了一种核武双阶级体系，5强有核，其他各国无核。可以想见，
这种划分一开始就引来某些国家的反感，像印度便抨击 NPT 是核俱乐部设立的歧视性条约，因为它永久性地剥夺了大多数国家的核武权，却允许5强保有核武库。然而，多数国家最终还是选择加入 NPT。时至今日，全球有将近190个国家签署并遵守该条约，成为历史上参与国最多的军控条约之一。大多数国家接受这项不平等安排是基于2点考量：其一，核战争风险太过可怕，避免更多国家拥核符合整体人类利益；其二，5大强权在条约中也做出裁军承诺，让无核国家看到长远而言实现无核世界的希望。简而言之， NPT 被视为一项现实妥协，通过不扩散来维持国际稳定，但也期望未来达成核裁军，弥补不公平。NPT 生效以后，确实大幅减缓了核武扩散的速度。1960年代末时，有人预测2000年之前，世界上可能出现20-30个拥核国，但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失控。至今，在 NPT 框架外拥有核武的国家仅寥寥4个。许多原本具备技术能力的国家因加入条约而放弃核武研发，这被视为 NPT 的重要成果。然而，条约执行的过程也并非没有问题，核裁军的进展明显落后于预期。5大核武国冷战后虽然削减了部分武库，但至今仍共计保有上万枚核弹头。核超强甚至在研发新一代核武器。这种状况令许多无核国家深感不满，他们指责核武国家没有履行裁军义务，只是一味要求别人不要拥核，却不愿放下自己手中的核武器。从这点看， NPT 虽维系了国际安全，但也固化了权力不对称的结构。要进一步理解核武问题的双重标准，必须认识国际政治现实与地缘战略考量。核武器之所以被5强牢牢把持，并不是单纯出于正义或维护世界和平的善意，而是深深植根于权力政治和安全利益之中。首先，核武器赋予国家以巨大的威慑力和战略地位，拥核国被视为头等强权，因为核武本身几乎是国际关系中的终极保险。一旦拥有可靠的核武库，就意味着即使遭到外敌入侵或核攻击，也能进行毁灭性的报复。这种相互保证毁灭的能力带来了核威慑效应，别国不敢轻易对拥核国发动战争，因为代价可能是难以承受的。冷战期间，美苏虽然在全球各地代理冲突不断，但却避免直接热战，某种程度上正是拜双方核武库之赐。核武因此成为国家安全的终极护身符，特别对于面临生存威胁的政权而言，吸引力极大。然而，正因核武威力无比，一旦越来越多国家拥有核武，国际局势的复杂与风险也会相应提高。在地缘战略上，每个国家追求核武都有自身的盘算与可能引发的连锁效应。在欧洲，冷战时期，美国通过核保护伞庇护西欧盟国，苏联则将核武部署在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以此维持各自阵营的安全。冷战结束后，欧洲国家基本延续无核承诺，但北约仍靠美英法的核威慑做后盾。在东亚，核武问题与朝鲜半岛和台海局势交织。中国成为核武国后，美国提供核保护给日本、南韩，减少他们自研核武的诱因。同时，中国的核力量也对区域内的印度、台湾等产生压力。北韩后来的拥核则打破了东北亚的核平衡，引发周边国对自身安全的新顾虑。在南亚，印度与巴基斯坦形成了紧张的核对峙。印度一开始发展核武，主要出于对中国核威胁及争取大国地位的考量，而巴基斯坦则明确是为了抗衡印度的人口与常规军事优势。两国在1998年先后进行核试后，南亚的任何冲突都可能面临升级为核战的危险，这使整个地区安全形势更加脆弱。在中东，以色列被普遍认为拥有核武，以确保在敌对环伺的环境中自保，这导致阿拉伯国家长期不满，促使一些国家过去秘密研发核计划，如伊拉克和叙利亚曾尝试，都遭以色列先发制人打击。伊朗的核问题更是当今中东的焦点，牵动该地区的地缘角力和宗教、民族矛盾。综上所述，每个国家追求或反对核武，实质上都是在权衡生存安全与国际后果。对强权而言，
维持自己的核优势并防止新对手出现，是其战略利益所在。对弱势国家而言，核武有时被视为改变自身弱势地位的筹码，但若一个敏感地区突然出现新核国，往往会引发周边连锁反应，使整体局势更不稳定。这也就是为何国际社会宁愿维护 NPT 那套不公平的规则，因为从现实角度看，它至少冻结了核武国家的数量，让大国们心里有底，不用同时面对太多不可预测的核武玩家。国际核秩序的双重标准在联合国体系中也有所体现。众所周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5个常任理事国，俗称5常，恰巧正是美、俄、英、法、中这5个核武公认国。5常握有联合国最高决策权，这意味着全球最有权力制定和执行禁核规则的正是现有的拥核强权们。当某个非核国家被怀疑发展核武时，安理会常常会以威胁和平之名进行讨论，并可能祭出制裁。然而，我们很难想象联合国会谴责或制裁5常自己在核武方面的任何作为。事实上，由于5强拥有否决权，他们在核问题上几乎不可能被问责，这形成了一种国际治理的吊诡：最强的核武国家负责管束，其他国家不能拥核，但自身却不受他人管辖。以联合国主导的制裁和监督机制为例，国际原子能机构受托对各国进行核查，但它只能在成员国同意的范围内执行任务。对于非法研发核武的流氓国家，最终还是要靠安理会的政治意志去压制。而安理会5常对不同对象的反应常因地缘政治利益而有差异。例如，当北韩进行核试时，安理会多次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并制裁北韩，但对于以色列的核武计划，安理会历史上几乎未采取过实质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会动用否决权保护以色列，这种选择性执法加深了国际体系中核武问题的权力不对称，也让许多国家质疑联合国在核议题上的公信力。台湾在联合国体系之外，但我们对此套运作并不陌生。事实上，早在冷战时期，台湾就曾尝试利用联合国的规则保住中国代表权，却败于大国政治交易而遭到排挤。同样的，在核武议题上，强权们会利用联合国架构来维护自己的核垄断，他们制定由自身担任永久仲裁者的规则，容不得小国逾矩。对于像台湾这样的边缘角色而言，国际核体系所呈现的正是赤裸裸的强者特权。不论是核武还是联合国席位，都不是单凭道理或普世价值就能获得，而是要看大国们的利益盘算。这种现实虽然残酷，但却构成了当今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我们只能清醒地认识并小心应对。在众多强权当中，美国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2个大国，他们在核武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尤具代表性，也经常被批评存在双重标准。我们分别来看看美国，全球核秩序的设计者与例外创造者。美国是第一个研制和使用核武的国家，同时也是 NPT 体系的重要设计者与推动者。自冷战以来，美国一方面极力阻止新的国家获得核武，另一方面却又对某些盟友的核行为网开一面。例如，以色列的核武计划基本获得美国默许。以色列从60年代开始秘密发展核能力，美国情报单位虽然知情，但出于战略盟友关系和中东局势考量，一直避免公开谴责。在国际场合，美国也多次阻挡针对以色列核问题的讨论，于是以色列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他拥核，却没有制裁或压力迫使其弃核。印度在1998年核试后，初期遭到美、欧、日等国的经济制裁谴责，但美国随后转变策略，逐步拉拢印度，将其视为抗衡中国的新伙伴。2008年，美国更推动与印度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实质上赋予印度与 NPT 缔约国类似的核技术贸易待遇。这是在印度未签 NPT 且拥核的情况下做出的特例，被批评为破坏规则的双重标准。然而美方的出发点是现实的，既然无法让印度放弃核武，不如将之纳入友好圈，顺便施加影响，确保其负责任地管控核武。相对地，北韩与伊朗并非美国盟友，且被视作流氓政权，因此美国对其核发展采取极为严厉的态度。对北韩，
美国常年推动国际制裁，甚至不排除军事选项，来防止其核武进一步威胁本土与盟国安全。对伊朗，美国更是制定广泛制裁方案，并曾表示所有选项皆在台面上，来阻止伊朗获核。同样是追求核武，敌友身份却导致截然不同的待遇，这正是美国核政策的现实写照。美国的双重标准还体现在对盟友防核扩散的处理上。有趣的是，美国不仅打击敌对国的核计划，对某些试图拥核的友邦也会果断干预。历史上，美国曾劝阻甚至施压，向南韩、台湾等反共前线盟友放弃核武研发。台湾就在70至80年代秘密进行核武研究时被美方发现，结果美国高层亲自介入施压，逼迫台湾在1988年终止了接近成功的核计划，并将相关敏感材料运离台湾。美国此举表面是维护不扩散原则，实则也是顾及整体局势。若南韩或台湾拥核，苏联和中国势必强烈反应，东亚局势可能失控，反而不利美国利益。因此，美国宁可牺牲盟友的核选项，换取区域稳定和国际规则的可信度。站在台湾立场看，这当然令人五味杂陈。核武或许能吓阻中国，但取得的难度和付出的代价终究超出我们能承受的范围。中国反对核扩散，亦或大国博弈棋手。再看中国，中国在1964年成为核武国时，曾以强烈的道德姿态谴责核垄断，宣称自己发展核武是被美苏核威胁所逼，不会对无核国使用核武，还承诺支持全球无核化的长远目标。中国也是唯一公开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的核大国，在外交上积极表现出负责任形象。然而，中国在核问题上的实践同样存在双重准则。中国坚决反对邻近的日本、台湾、南韩拥有核武，北京多次放话，若台湾发展核武是绝不容忍的红线。对日本和南韩，中方也通过外交场合做出类似警告。换言之，中国只接受自身成为东亚唯一的核武强国，不愿看到其他地区国家动摇这一格局。另一方面，中国对某些与其友好的国家则表现出相对宽容，甚至变相协助。经常被提起的是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巴基斯坦在70年代为追赶印度而开始研发核武。据各方资料显示，中国在那段期间向巴国提供了相当的协助，包括核技术和导弹技术转移，帮助巴国于1998年成功成为核武国。这背后的地缘算盘是，印度是中国在亚洲的竞争对手之一，中国乐见巴基斯坦核武遏制印度。虽然中国口头上支持不扩散，但对于牵制印度的巴基斯坦核案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核材料供应上扮演默许角色。对北韩的核问题，中国则采取微妙的双面态度。一方面，中国不希望北韩拥核引发东北亚军备竞赛或美军加强介入，如在南韩部署更先进的反导系统，因此也支持联合国制裁北韩。但另一方面，北韩是中国的缓冲盟友，北京不愿其政权垮台或与美爆发战争，所以每当局势升温时，中国又主张和谈降温，并在执行制裁时留有余地，不至于把北韩逼上绝路。这种维持北韩不安稳的平衡策略，显示中国在不扩散原则与自身地缘利益之间游走平衡，难免让人觉得标准弹性极大。总的来说，美国和中国在核议题上的言行都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他们会谴责对手的核野心，却纵容甚至帮扶自己阵营的核力量。他们高喊核裁军与无核世界的愿景，但自己却稳步现代化核武库，或以对方不裁我不裁为由拒绝先行。对小国而言，这些双重标准意味着国际规范的公平往往沦为强权手中的橡皮筋。台湾人对此并不陌生，我们在许多国际场域都曾目睹类似情形。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更能以清醒而怀疑的态度来审视强权的核政策，看穿其背后隐藏的权力算计。讨论核武双重标准，不可避免要聚焦北韩与伊朗这两个当代最具争议的核相关国家。他们一个已拥有核武并遭全球孤立，另一个虽未拥核但因核计划而长期受制裁。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具体观察国际社会如何对待所谓不被允许拥核的国家，也能更深刻理解弱国追求核武的动机与后果。北韩原本是 NPT 的缔约国之一，
然而在冷战结束后，他开始走上核对抗的道路。北韩的动机并非难以理解。冷战后，他失去苏联保护，中美韩等势力环伺，加上美军当年在韩战中曾对其轰炸，北韩政权一直有强烈的危机感。拥核被平壤视为确保政权生存的唯一保障。1994年，北韩与美国曾签署核框架协议，一度冻结了核项目换取援助，但好景不长，因互信缺失与各种波折，协议终告破裂。2003年，北韩正式宣布退出 NPT， 成为史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退出该条约的国家。自此，北韩加速核研发，并于2006年进行首次核试爆成功。此后，北韩共进行了多次核试验与飞弹试射，宣称已掌握从原子弹到氢弹、小型化弹头以及远程导弹载具的能力。面对北韩执意拥核，国际社会展开了连番制裁与外交斡旋。联合国安理会自2006年以来多次一致通过严厉制裁决议，限制北韩的经济活动、武器贸易和石油供应等，希望以极限施压逼其回头。美国也一再强调不会接受北韩为核武国家，要求其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地弃核。尽管制裁使北韩经济雪上加霜，但金氏政权依然咬紧牙关，视核武为安身立命之本，不肯轻易让步。平壤官方多次重申，看看萨达姆的伊拉克和卡达菲的利比亚均在无核状态下被西方推翻，就知道核武是北韩免遭外来颠覆的护身符。北韩案例凸显了核扩散防治的难题。当一个政权认定拥核与自身生存休戚相关时，外部的惩罚和激励都很难改变其路线。北韩如今已事实上跨越核门槛，成为非正式的第9个核武国。这种局面既是国际不扩散体系的重大挫折，也构成东亚安全的持续阴影。面对一个拥核又不稳定的北韩，南韩和日本国内时有声音主张发展自有核武或引进美国战术核武，以对冲北韩威胁。倘若未来有一天东北亚出现核军备竞赛，那将是 NPT 最不愿见却难以完全排除的噩梦。相较北韩已拥核，伊朗则是一个仍徘徊在核门口引发巨大争议的案例。伊朗自1970年代就在美国协助下开始发展核电计划。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一度终止核计划，但很快又重启，声称目标是和平用途。然而，西方国家长期怀疑伊朗暗中研发核武，以色列和美国尤其担心一个拥有核武的伊朗将极大改变中东力量平衡，威胁以色列生存并削弱美国在该区的影响。此背景下，从2000年代起，伊朗核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伊朗其实是 NPT 缔约国，理论上受条约约束，不得寻求核武。但美欧情报指出，伊朗曾秘密进行与武器相关的核试验项目，引发强烈关切。自2006年起，联合国安理会也对伊朗实施多轮制裁，企图逼其停止浓缩铀等敏感活动。伊朗方面则强调自己有权和平利用核能，要求尊重其主权，不愿完全屈服外部压力，局势一度剑拔弩张。以色列多次暗示可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国际间忧心如果谈不拢，恐出现另一场中东战争。转机出现在2015年，经过漫长谈判，伊朗与美国、俄国、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该协议规定，伊朗大幅削减浓缩铀存量与浓缩活动，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更严格的核查，以换取经济制裁解除。当时各方皆视此为避免冲突、维持不扩散体系的重大胜利。然而，好景不长，2018年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单方面退出协议，恢复并加强对伊朗制裁，导致局势再度恶化。伊朗随后也终止履行部分协议义务，重新增加浓缩铀存量。目前伊朗距离制造核武仅有一步之遥的突破时间大为缩短。外界推测，若伊朗下定决心，可能在几个月内取得足够材料制造核弹。然而，伊朗官方仍否认想造核武，强调宗教领袖早有核武禁令。伊朗案例反映出国际核规则的微妙政治性。支持伊朗的国家如俄、中等批评美国的制裁和撤协议举动，认为是强权出尔反尔、逼良为娼。
而美国及其盟友则指责伊朗野心不死，只是在拖延时间。一边是早已拥核的以色列虎视眈眈，另一边是坚称被不公平对待的伊朗寸步不让。双重标准在这里展露无遗，以色列的核武库不被碰触，伊朗却连接近核武门槛都不被允许。身为局外人的我们或许能理解各方立场，以色列因犹太民族悲惨历史，坚信需自保于核武，而伊朗作为区域大国，不甘长期受制也是人之常情。但现实是，力量决定谁说话算数，掌握国际话语权和实力的一方，能定义对错并执行惩罚。伊朗如果最终迫于压力放弃核浓缩，那是强权压服的结果。反之，若伊朗不顾一切闯关拥核，则中东势必迎来更加危险的对峙，国际秩序将面临又一次挑战。除北韩外，目前有核武但不在 NPT 框架内的国家还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这三者的经历各不相同，但都反映出国际核规则的弹性与现实。印度从一开始就拒绝加入 NPT， 理由如前所述，认为条约不公。印度于1974年首度进行地下核试验，宣称那是一次和平核爆，但事实上已使印度具备制造核武的技术。这次试验引发国际哗然，也直接导致核供应国集团的成立，以加强对核材料的出口管制，防范类似事件。然而印度在74年后暂时并未立即部署核武器，而是保持模糊，直到1998年，印度政府决定公开进行一系列核试爆，正式宣告成为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几周后立刻以核试回应，对称地加入核武行列。自此，南亚出现了一对核对手。对于印巴两国的违反国际核共识行为，世界起初予以谴责和经济制裁。然而，时间与利益改变了一切。20多年过去，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态度已大为软化。印度作为全球人口大国和崛起经济体，加上民主制度和战略位置，使美欧乐于与其发展关系。虽然印度没签 NPT， 但他提出自己遵守出口管制和不扩散原则，而且核政策相对克制。印度宣布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原则，因此许多国家渐渐接受印度这个体制外核国的存在，甚至开启核能技术合作。美国带头与印度达成协议，默认其核地位，也让印度得以部分参与国际核贸易。对比之下，巴基斯坦由于政局不稳，曾发生核技术扩散丑闻，科学家私售技术给北韩、伊朗等，国际声誉较差，没能获得与印度同等的礼遇。但总体来说，国际社会对印巴核实力已采取事实上的承认和纳入策略，默默地将 NPT 原本的禁令调整，以适应现实。以色列则是另一种特殊情况。自创建以来，以色列一直深感周围阿拉伯邻国环伺，生存岌岌可危。于是在法国等国的协助下，以色列于60年代建成了迪莫纳核子反应炉，被认为在那里秘密生产了武器级部。估计以色列可能于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就拥有了核武器。与印度公开引爆不同，以色列选择策略性模糊，不承认、不否认、不进行公开核试，也不加入 NPT。 以色列高层曾表态，绝不会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公开使用核武的国家。这其实暗示着核武他们有，但只做最后手段，不随意示人。以色列的核武库规模据推测在数十枚至上百枚弹头之谱，具备相当的二次打击能力、潜艇发射导弹等。国际上对以色列核问题颇为尴尬。按规则，他没签 NPT 又拥核，理应被视为不扩散体系漏洞。但以色列是西方的重要盟友，且考虑到犹太民族历史悲剧和以国安全困境，西方国家多半对其核地位视而不见。阿拉伯国家和伊朗持续在国际会议上提出双重标准的控诉，为何以色列能有核武，我们就不能有？然而强权的立场已显而易见，美国等在联合国确保任何涉及以色列核裁军的议题都无果而终。反之，当中东其他国家疑似发展核能力时，以色列往往会单方面采取行动，铲除危险。例如1981年，以色列空军轰炸了伊拉克奥希拉克核反应炉，阻止了海珊政权的核企图。2007年，又据传空袭叙利亚一处疑似核反应炉设施。
在以色列看来，自己的核武是保命锁，邻国的核武则是绝不容许的生存威胁。这种完全基于己方安全的标准，其实也很贴切地说明了核问题上的残酷真相。没有谁真正站在绝对公平的道德高地，一切立场几乎都以自身安全和利益为出发点。探讨至此，我们已看清今日核武秩序的种种不平等。然而，有些人或许会进一步追问，既然现在只是少数强权拥核，就已如此剑拔弩张，那如果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核武，情况岂不是更糟？还是反而可能人人自危而维持和平？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假设，牵涉核武扩散利弊的理论辩论。我们不妨从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更多国家拥有核武未必是坏事，甚至可能促成更加稳定的国际和平。这种看法的逻辑基础是核威慑的强大威力，只要国家领导人是理性的，就不会轻启核战这个自杀按钮。因此，当越来越多国家拥核后，战争的风险反而下降，因为各国都清楚冲突升级的代价高昂无比。在此论点下，核武扮演了一种下阻大规模战争的终极武器。举例而言，自从印巴两国成为核国家后，他们虽然仍有边境冲突和武装摩擦，但确实避免了全面战争爆发，双方都对踩到对方核底线有所忌惮。同样的，有人推测，如果乌克兰当初没有在1994年放弃继承的核武，那么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和2022年俄乌战争，也许俄国就不敢轻启战端。这种核平衡带来和平的理论，相信核武的存在迫使国家更谨慎克制，从而降低大规模战争甚至世界大战的几率。然而，另一种观点则强烈反对核扩散，认为越多国家拥核战争的总体风险越高。首先，他质疑领导人或军方理性与否。世界各国政体与领袖风格多样，难保每个核握在手的人都冷静自制。有的政权可能冒险冲动，有的体制可能军令松散，这都增加核武被误用或滥用的几率。其次，人为与技术的错误难以避免。历史上，美苏都曾出现过核误报的惊险时刻，如雷达误判导弹来袭差点引发报复，所幸在那样双边格局下侥幸收场。但未来若核武国增加到数十个，任何一次误判都可能在多方之间连锁反应，引发无可挽回的核冲突。再者，万国拥核还带来一个噩梦般的可能，核武恐怖主义。拥核国越多，核材料与核武器失控的风险越大，特别在一些政局不稳或腐败严重的国家，核弹头或武器级裂变材料有可能外泄落入恐怖组织之手。一旦恐怖分子也攫取核武，那对全球安全将是灾难性的，因为恐怖组织不受国际规范约束，又往往不惜同归于尽，其使用核爆进行大规模攻击的门槛远低于国家。除了人为因素，还有核扩散带来军备竞赛和误判的结构性危险。当邻国之间彼此拥核，理论上是相互下阻，但也可能产生所谓稳定不稳定悖论。在核威慑下，大国不敢直接冲突，却放手进行小规模挑衅，认为对方不至于为小事动用核武。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巴冲突，在双方拥核后，传统战争虽避免了，但巴基斯坦被指在克什米尔地区扶持游击队等低强度冲突，因为其核武存在使印度投鼠忌器，不敢全面报复。换言之，核武让全面战争更不可能，但某些地区性的冲突与挑衅反而可能频繁，因为各方拿捏有个分寸，觉得对方不致升级。然而，这种打擦边球的互动本身就很危险，一旦误判或超限，依然有可能擦枪走火酿成核冲突。当核国数目越多，涉及矛盾越复杂时，这种失控的可能性也随之倍增。最可怕的图景莫过于全面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科学界早在冷战晚期就提出核子冬天理论，警告大规模核战将在造成直接爆炸破坏之外，引发全球气候巨变。数百颗核弹如果对城市引爆，产生的烟尘将遮蔽阳光，导致地球气温骤降，农作物欠收，整个人类文明都可能因饥荒而崩溃。甚至于，研究指出，即便是区域性的核冲突，例如假设印巴动用几十枚核弹互袭，都可能释放足以影响全球气候的烟尘，导致世界多地出现粮食危机。
因此想象如果每个国家都拥核，未来100-200年内发生一场核战的几率恐怕近乎必然，而那将极可能是人类毁灭的序曲。毕竟当引爆核武的数量达到某个临界值后，人类不需要全部死于爆炸，却可能死于随之而来的长期寒冷、辐射与饥荒。综合以上分析，全世界都有核武，很难被视为一件好事。理论上，核武泛滥或许带来一时的恐怖平衡，但长远看，人类社会难保不出现一次理智崩溃或机械故障，将所有人拖入深渊。我们或许必须承认，现实的不平等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避免一种更可怕的乱局。NPT 体系让绝大多数国家远离核武，把风险集中在少数强权身上。从统计角度说，玩家越少，出事的可能性越低。当然，前提是这些玩家本身也要尽量保持克制和沟通。在这篇深入探讨中，我们看到核武议题充满了历史的吊诡与现实的无奈。是的，如标题所言，有些国家可以光明正大发展核武，因为他们恰好在制定规则时握有主导权，而有些国家一碰核武就遭围剿制裁，因为那打破了强权们维持的平衡。这种核武俱乐部式的权力结构对讲求公平的人而言当然不公平，也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和反抗。但迄今为止，全球大多数国家还是勉强接受了这套安排，因为相较之下，它也许是最不坏的选择。身处国际边缘的台湾人对此种权力不对称感受尤深。台湾既没有核武，也不被允许拥核。事实上，曾有的核梦已被强权遏止。同时，我们又活在核武大国角力和核武邻国威慑的阴影下。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不公的国际游戏规则，但我们不能不关心核武扩散带来的风险，因为任何闪失都可能波及生存。在这样的处境中，我们或许更能明白，人类最终的出路并不是鼓吹每个国家都去拥核来求平衡，那条路通往的更可能是共同毁灭。真正理想的未来是所有核武国都裁减军备，逐步迈向无核武世界。这虽然听来有些乌托邦，但国际上已经有许多国家联合起来推动禁止核武器条约等倡议，试图撼动核强国的地位。就算强权目前不愿放下手中利器，但普世舆论的压力和非核国家的联合声音仍然重要。它至少揭露了双重标准的虚伪，让拥核者无法心安理得地永远垄断正义。回到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拥核，而有些不行？如果人人有核武，会怎样？答案可以说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因为现实世界从来就不公平，强权制定规则，弱小只能遵守。复杂在于，这种不公平的规则有其历史脉络和务实考量，它在防止更大灾祸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我们不需为强权辩护，但也要认清全面核扩散不是值得向往的平等。对我们而言，更可取的道路是呼吁削减核武，降低核风险，同时努力强化自我防卫与国际合作，避免成为核冲突的受害者。核武带给人类的是荣耀还是阴影？迄今的经验告诉我们，它更多时候像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在地球上空。少数国家光明正大拥有的核武，并没有让世界安枕无忧。如果有朝一日核武剑影遍布每一个角落，那将是更深的黑暗。台湾身为局外人，既然无力改变这场大国博弈，不妨保持一份清醒与警惕，在大时代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之道。我们期盼看到一个真正公平且无核威胁的世界，但我们也明白，那一天的到来，唯有通过国际社会长期的互信建立与努力，方有可能实现。在此之前，双重标准或许仍将存在，而我们只能在矛盾中权衡，在危机中求得转机。愿未来某天，人类终能卸下核武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让安全不再建立在恐怖和平与不公基础上，那或许才是真正没有坏处的世界。